家人们谁懂？玄苍大怒，可虚宗招徒，山脚下顺和方直接挤爆，全是想一步登天的追梦人，主打一个盲目自信。造孽啊！穿越成武林跟废柴，好不容易激活词条复制系统，1月只能薅一次，还得肢体接触1分钟才能探天赋，纯坑爹系统。各位老乡，相逢就是缘，这顿我请，干！小二上好酒，再来2斤酱牛肉。兄弟敞亮，以后进宗门，咱就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。一群废物，花我2两银子，连个绿色以上词条都没有，实力淘金都没这么难。宿主白晨，16岁，修为无，灵根金木，水火土，无灵根废柴，标红闪烁，天赋词条，身体强健，白，百病不生，绿。我怎么是小趴菜武灵根啊？家人们，修仙界垫底废柴，没个好天赋，进宗门也是杂一命。系统你是真不做人。现代社畜白晨熬夜加班，闭眼在睁眼，穿成同龄少女，家产被亲戚霸占，只剩破柴子。本来想跟亲戚掰头夺家产，结果激活词条复制系统，每月薅一个天赋，白人亲戚算个屁，修仙才是王道。白晨变卖资产，揣着银子蹲顺何方，天天请客套近乎，银子花光，天赋缺吃垃圾体质款，连个炼丹炼气天赋都没有。3天后就招徒了，再薅不到好天赋，直接嗝屁了。实在不行，随便薅个凑数吧，总比没有强。白晨警惕张望，溜向偏僻小木屋，远处传来争执声，他下意识侧目。快看，3个街溜子比例打劫，主打一个欺软怕硬，可惜碰到点硬茬大小姐。修仙界生存法则第1条，少管闲事，苟住才能赢。我还是个凡人，打不过1点。明明是你们挡路，还想让我道歉，做梦！嘿嘿，小丫头片子挺横，要么赔钱，要么赔个几个乐呵乐呵。哼，滚开！我大伯是和虚宗丹峰长老封阳，敢惹我，让他把你们皮跪腰受。哟，和虚宗长老封阳，我好怕啊！我大伯是和虚宗丹峰长老封阳，敢惹我，把你们皮跪腰受。这丫头纯缺心眼，报长老身份等于找死，流氓肯定杀人灭口。但是丹峰长老侄女天赋绝对不差，万一有蓝色词条血赚啊！富贵险中求，这玩意炸不死人，吓死人总行。只要撑1分钟，不知道天赋就跑。呆，看我震天雷！完了，仙门法器砸过来了，小命要没。白晨趁机冲过去，一把攥住风铃儿手腕，拽着人跑奔。系统，快点查看对方属性。系统面板弹出，风铃儿蓝色天赋词条丹火一控，蓝色炼丹天赋，天助我也。系统开始复制，复制期间千万不能松手。浓烟消散，3个流氓毫发无伤。被骗了，这就是个破爆主！追，宰了他们！登徒子，放开我！你个臭要饭的，敢碰本小姐的手，找死！大姐，逃命呢！流氓追上来，第一个就先杀你。顺和方是和虚宗地盘，谁敢杀人，你就是想占我便宜。风铃儿故意往后坠，白晨速度骤降，身后追兵越来越近。臭你腿子，等我见了大伯，把你扒皮抽筋喂妖兽！我真是瞎了眼救这个毒妇，要不是复制倒计时，我直接把你丢给流氓。和虚宗弟子提剑狂奔而来，快抓他，把这个登徒子杀了！我靠，这个毒妇真卖我！和虚宗弟子无视2人，径直冲向龙。不认识这大小姐吗？复制丹火异控天赋成功，首次复制奖励词条品质升1阶。嘿嘿，成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谁认识你这个穷酸泥腿子，贼眉鼠眼的，碰到你都晦气。不知道就行，后会无期。白晨撒手就跑，像泥鳅钻进窄巷，瞬间没影。风铃儿失去拉力，踉跄后退，摔在地上，疼得龇牙咧嘴。别让我抓到你，我一定要扒了你的皮！和虚宗巡逻弟子探查现场，捡起黑色纸屑，满脸疑惑。奇怪，既想震天，却没斗法痕迹，这到底是啥玩意？魏长老问方才巨响，可见百姓受难，为何不施救？弟子以为是邪祟作祟，又见是凡人争斗，便先查探现场。何虚宗护佑苍生，凡人亦是子民，见死不救，违背立宗之本。众弟子跪地认错。魏长庚抬手释放淡青色灵光，笼罩这条巷子，追踪灵力波动，无任何外来灵力残留，绝非修士斗法，倒是古怪。而此时白晨瘫坐木屋，打开系统面板，新天赋闪烁金光，嘴角咧到耳根。恭喜宿主新增天赋丹火异控，子灵根适配度拉满，炼丹天赋觉醒，赚翻了！蓝色变紫色，武灵根废柴直接逆袭。何虚宗，我来了！那个骄横大小姐，以后走着瞧。这位咋跟丹峰老东西炸炉一模一样？
谁闲得在大街炼丹？扯淡！有人骂风阳，丹峰长老也是你能骂的？放肆！何人在此狂吠？报上名来！长老伯伯救命！有人欺负我，我大伯是丹峰风阳，快给我做主！你就是风阳之女风灵儿，不是该接引使护送？怎么落单了？接引使被妖族打跑了，我刚到这又遇流氓，还有个蒙面登徒子，放句想吓我，还抓我手乱跑，轻薄我，我要扒他皮！何止人家救了你，你反倒恩将仇报，纯白眼狼啊！风阳怎么交出这货色？闭嘴！带你回山门找风阳对峙。修仙界保命守则：小心驶得万年船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终于安全了，赶紧看看系统给了啥好东西。哇，紫色，老天开眼啊！哈哈，疼，哈哈，值了，太值了！本以为蓝色就是天花板，没想到直接紫气东来。幸亏之前没瞎复制那些绿油油、白花花的垃圾天赋，不然顶天也就是个蓝色。干嘛了？爽归爽，昨天确实太忙了。那个叫风铃的蠢丫头，典型的救了他还被反咬一口的白眼狼。要不是在顺和房碰上真正的夺宝厮杀，我这小命怕是已经砰一声跟那二踢脚一样炸没了。以后稳字当头，能复制就复制，不能复制绝对不冒险。紫色天赋在手，保命第一，苟住才能输出。不过奇怪，得了这么牛的天赋，怎么身体一点感觉都没有？难道得真去炼丹才能激活？看来进了宗门得赶紧找个炉子试试手啊！一觉睡到天亮，安全感满分。再过一天就能去和虚宗碰碰运气了。昨天那副难民样肯定不能用了，今天换个什么风格好呢？不错。昨天是逃难黄鼠狼，今天是体弱穷书生，完美。明天就是和虚宗招徒大典了，不知道这次有多少人能入门。听说了吗？昨天房里那声巨响，这个我估计都毁了掉了。估计又是哪个半吊子散修炼丹炸炉了吧？这年头啥人都敢碰丹炉，没人提追捕。好，看来那丫头要么吹牛，要么和虚宗还算讲理。看来暂时安全了。来了，这就是仙家气象和虚宗，我来了。和虚宗开山招徒的消息传遍方圆百里，无数怀揣修仙梦的少年少女蜂拥而至，小小的顺和坊瞬间被挤得水泄不通，所有人都卯着劲冲向那道改变命运的仙门。我靠，这是春运现场吗？修仙至于这么卷？兄弟，你也是头一回测灵根，去年玄剑门测过，砸灵根，人家连外门都不收。我操！和虚宗是我最后的希望了。听说他们连武灵根都要。哎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我也是听说和虚宗不挑，才从老家跑过来的。人群里突然挤进一个圆滚滚的身影，看着憨态可掬，一身锦缎打扮，透着几分家境殷实，瞬间吸引了白晨的注意。两位兄台，在下王富贵，我爹说我摸玉石就发现此定是天赋异禀，以后进了山门，咱们互相照应啊！我操！你这脸色是刚从阎王爷那儿跑回来？没事，我身体好得很，一口气能爬5楼。就这还能爬5楼？你怕不是爬的奈何桥吧？王富贵虽看着大大咧咧，心思却格外善良。见白晨面色惨白，二话不说，拿着我家厨子做的桂花糕，顶饿，前面还有登山梯呢。你这身子骨，别没到山门就交代了。谢谢啊，兄弟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哎，本来以为我天赋异禀，现在看这么多人，我爹怕不是骗我。放心，你肯定能进宗门，你这体型往炼丹房一站，都能当镇炉石。通往隐灵殿的登山梯陡峭绵长，众人刚爬没多久就气喘吁吁。修仙之路的第一道考验，便从这体力的磨砺开始了。我操！我靠，这梯子比我家后院的假山还高。听说有999阶，爬到顶就能测灵根了。我去年爬玄剑门的梯子，爬到一半就晕过去了。前方突然传来尖锐的呵斥声，打破了登山的沉闷。白晨抬眼望去，心瞬间沉了下去。竟是冤家路窄，又碰到了恩将仇报的风灵儿。什么还要排队？我大伯是丹峰长老风阳，我要直接进去。姑娘，规矩就是规矩，就算是长老的亲眷，也要排队测灵根。晦气，怎么又碰到这个疯批？那是谁呀？这么大架子！别管他，脑子有坑。这病鬼看着真晦气。你才晦气，你全家都晦气。测灵大典的队伍缓缓向前挪动，白晨与刚结识的好友陈金宝并肩而行。小胖子热心分享着宗门秘闻，紧张的氛围里多了几分轻松。白兄，我跟你说，和虚宗后山有个陨星渊，300年前掉下了一颗星星，之后就……然后呢？然后我爹就只跟我说了这么多。合着你这是听了个寂寞？一道带着凌厉威压的呵斥声骤然响起，瞬间压下所有喧闹。原本杂乱的人群立刻变得井然有序，宗门的规矩在此刻彰显无疑。烈士队登山，寻衅滋事者取消资格。这灵气比奶茶还上头。进了宗门，我岂不是要飘起来？眼看就要踏入仙门，白晨却被守山的那门弟子拦下。对方满脸鄙夷，眼神里的不屑毫不掩饰。
突如其来的刁难就此降临。藏头露尾，鬼鬼祟祟，也配等我何须宗山门？白兄这是干啥了？不就是脸白了点吗？师兄恕罪，我这是为了自保才化的妆，不是有意冒犯。白晨连忙掏出帕子，使劲擦了擦脸。师兄你看，我这就谢了。武灵根，还敢伪装成变鬼？白兄你是武灵根，没事，和虚中收武灵根。完了，武灵根会不会被赶出去？武灵根还敢来凑热闹？何须宗不收费用。内门弟子的嘲讽如同利刃，让白晨心头一凉。武灵根本是修仙废根，此刻被当众戳破，更是让人陷入窘境。检测到宿主遭遇不公，触发隐藏任务，打脸内门弟子。任务奖励：灵力感知绿色。机会来了，师兄这话不对吧？何须宗立宗之本不是有无灵根者皆可入吗？怎么到我这就成废物了？伶牙俐齿，武灵根修炼100年也未必能到炼气3层，不是废物是什么？师兄可知300年前的陨星渊？据说当年掉下来的陨星里藏着能改变灵根的宝物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是不是胡说？师兄心里清楚，何须宗连武灵根都不收，岂不是违背了立宗宗旨？白晨的质问有理有据，内门弟子顿时语塞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就在争执愈演愈烈时，一道沉稳的脚步声传来，化解了这场僵局。吵什么？长老，这小子是武灵根，还伪装身份，我正教训他。紫色天赋，丹火异控。我就说白兄不是废物，他是丹道天才。胡闹！何须宗何时不收武灵根了？还不快让他进去！是，弟子知错。小样，跟我斗！我可是有系统的男人。白兄你太牛了，刚才吓死我了。放心，以后有我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一场风波平息，白晨卸下伪装，终于得以踏入何须宗山门。历经波折，他总算真正迈入了修仙界的大门。入山后寻石阶上隐灵殿，按需测灵根。多谢师兄。我还以为那师兄不让你上山了呢。白兄你这伪装也太真了，我之前真以为你快不行了。话说白兄你长得也太俊了，比我家后院的牡丹花还好看。你咋想起来伪装成那样啊？我一人在外，低调点省得惹麻烦，不像陈兄你出门有人保护。我爹也让我别招摇，可这肚子藏不住啊，走哪儿都像揣个大南瓜。有钱好啊，过得自在。凡俗银钱在修仙界啥都不是，进了宗门，我这肚子怕是很快就没了。你还舍不得这肚子肉？跟了我10几年，有感情呢。登山梯越往上越陡峭，两人的体力消耗越来越大，脚步也渐渐沉重起来。看似普通的石阶，实则暗藏玄机。不行了，歇会儿，白兄你先走，别等我了。不对，这山看着不高，怎么比爬泰山还累？难道这石阶是重力阵？白晨定睛细看，发现石阶缝隙里隐隐流转着淡青色灵力纹路，这才恍然大悟。何须宗早已用阵法悄悄筛选弟子，考验的不仅是体力，更是心性与毅力。我靠，何须宗玩阴的，这是在悄咪咪筛选弟子啊！累到极限的陈金宝直接掏出家底，主打一个仗义投喂，修仙界专属能量补给安排上。白兄，这是我爹特意备的凝神补气丹，比桂花膏管用多了，专门爬这个山用的，来一颗垫垫。不用了，陈兄，我还撑得住。白晨客气推辞，可陈金宝主打一个不容拒绝，直接把丹药塞他手里，土豪气肯拉满。跟我客气啥？这丹药就今天爬梯有用，留着也是浪费，我多的是。多谢陈兄。怎么样？是不是瞬间浑身是劲？轻松了些许。我就说我爹准备的丹药够劲，不能歇了。登山梯只有2个时辰实现，到点没到山顶，直接取消资格。我可不想再遭一遍罪爬一次。怪不得众人拼命赶路，我家底薄耗不起明年，今天必须进何须宗。历经数小时煎熬，两人濒临脱力之际，终于踏上山顶广场。宗门灵气瞬间治愈所有疲惫。太舒坦了，差点累成死猪，又活过来了。这就是仙门手段，果然不凡。踏入隐灵殿广场，宏伟仙门尽显眼前，凡人的求仙执念在此刻达到顶峰。以前总听我爹说何须宗气派，他当年没进门遗憾一辈子。我要是今天没考上，肯定也放不下。是啊，求仙机缘就在眼前，若不能踏入修行，此生都无法释怀。日头升至头顶，2个时辰实现将至，何须宗钟声震彻云霄。招徒大典正式进入灵根测试环节。还好咱们跑得快，不然大阵一启动，咱们就进不来了。回家屁股准的被我爹打开花。白晨刚要接话，隐灵殿内缓步走出一行人，全场目光瞬间被吸引。2大风骨亲临现场，温和炼气长老 VS 高冷进修长老，气场全开，全场少年噤若寒蝉。诸位少年郎，老朽莫贺年，执掌玄顶峰炼气之道。
这位是凌霄剑锋温若恒长老。今日灵根测试由我2人主持，按序将手放眼灵剑，灵根优劣，一剑分晓。上前引灵。无灵根，下一位。这通过率也太低了，我肯定凉了。润和坊探查数百人，好天赋寥寥无几。这种场面再正常不过，几千人里能出20个有灵根的，已经算不错了。测试队伍缓缓前移，终于轮到陈金宝这个看似憨厚的胖墩，即将引爆全场。别担心，你肯定没问题。几千人测试全是普通灵根，就在众人以为毫无惊喜时，陈金宝一掌按下，直接炸出双灵根神光。金兔双灵根。我真的有灵根，还是双灵根。白兄说的真准。双灵根现世，店内摸鱼的2大疯主瞬间破防，光速闪现现场，当场开启抢人大战，颜面都顾不上。好小子，金土双灵根天生适合炼器，入我玄顶峰。通过考核，老夫亲自收你为徒。金灵根铸剑骨，土灵根固根基，入我凌霄剑锋。我亲传剑道，炼器太慢，剑修才是王道。这就是顶级天赋的牌面，普通灵根只能靠边站，双灵根直接被公主争抢，差距简直天壤之别。见过2位长老，众人围观名场面，白晨却清醒看透规则。双灵根虽香，却也要通过考核才能成为亲传，而他这个5灵根废柴才是全场最大变数。2大疯主当众抢图的阵状惊爆全场。陈金宝虽身负双灵根天赋，却终究是涉世未深的少年，面对2难抉择，陈金宝慌乱之情溢于言表，下意识回头看白晨。白兄救命啊！选哪边都得罪人。修行是一辈子的事，当然是选你喜欢的。温长老，晚辈辜负你厚爱了。弟子陈金宝愿入玄顶峰修习炼器。好，有眼光。唉，可惜了。下一位上来引灵，你小子能和陈金宝做朋友，资质应该不错。竟是最废物的5灵根，无形驳杂，灵气难凝练，可惜了。咦！广场上众人哗然，很显然5灵根的废柴已经成了白晨的标签。测灵大典的筛选落下帷幕，有灵根的弟子纷纷来到登记处登记入册，姓名、籍贯、年龄、灵根属性依次报来。姓名白晨，安肃国隘口镇人，16岁，5灵根。5灵根，这些年还是第一次见，你运气可真差。身份牌拿好，进去候着吧。多谢前辈。偏殿内皆是此次测灵脱颖而出的弟子，5灵根的名头在此刻显得格外刺眼。白晨却毫不在意，废物就废物吧，这样正好不用被惦记，方便苟着。随着最后1名弟子测试完毕，参选少年最终能踏入宗门的却寥寥无几。怎么才这么点人？1万多人里有灵根的人只有这些。诸位，我乃是外门执事王坤，接下来带你们去外门居所安排休息事务，都跟我来。终于进宗门了，接下来就是苟着炼丹，偷偷发育。一众新弟子跟随王坤抵达广场，王坤执事朝天一指，3艘飞舟从天而降。我还以为会是飞剑，结果这怎么看着像竹筏升级版？上传！从未踏足过仙家法器的弟子们，光逼为飞起来，胆怯，生怕惊扰了这等灵物。这飞行速度还没陈金宝跑起来快吧？飞舟平稳落地，落在一片错落的木屋前。白晨本以为5灵根只能几大通铺，没想到和虚宗大气到1人1间。这里是鱼骨宿舍，1人1间木屋，床榻桌椅齐全，自行挑选挂牌即可。宗门严禁私斗，每年5月初5外门大考，前3有奖，筑基就能入内门。王坤搬出46本和虚引气诀，挨个讲解核心规则。这是基础引气功法，每5日有免费公开课。想学专精功法要交贡献值，贡献值靠做任务兑换。善堂3餐准时，过时就得花贡献值吃饭。筑基是外门终极目标，冲就完事儿。好家伙，修仙先学古文，这比背文言文还费劲。王坤讲完入剑离去，众人纷纷冲上去抢木屋，白晨却慢悠悠走向最角落的木屋，主打一个清静避世。角落好，人少安静，没人打扰，最适合狗发育。白晨走进木屋，屋内陈设简单，单人床、木桌，一应俱全。他眼睛一亮，立马躺在床上。终于能睡床了，不用全身子，不用提心吊胆，这小木屋简直是天堂。白晨坐在床边看着和虚引气诀，耐着性子研读晦涩口诀，全是篆字术语，看得脑瓜子嗡嗡响。合着修仙第一步是破译古文，这谁顶得住啊？白晨盘腿坐好，诚心凝神，按照口诀吐纳。灵气成了，这就引气入体了。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太骨感。50的不钢厂爆，灵气留不住，妥妥的漏勺体质。怪不得说5灵根是废物中的废物，
合着就是个漏勺，灵气进来就跑，还修个屁仙啊！照这速度，别人都练气几层了，我还在引气门槛打转。既然自身不行，那就靠万物兜底。白晨灵光一闪，直奔执事堂求路子。弟子武灵根灵气留不住，请问有辅助聚气的丹药吗？聚气丹倒是有，用贡献值兑换，但你武灵根根骨驳杂，这丹药也就聊胜于无，别浪费贡献值。想赚贡献值，去隔壁任务堂接任务就行。白晨出来后，直奔西侧任务堂，屋内10余块任务牌立在墙边，分杂役、采集、巡查等类目，标注着任务内容和贡献值。难是难了点，但总有活路。靠自己100%成丹的天赋，早晚能练出聚气丹，逆袭只是时间问题。焦灵田要练气1层，扫玉气阁要练气1层，采灵草要练气2层，合着我这灵修为连打杂都不配。白晨刚准备回去的时候，眼睛扫到角落落灰的旧木牌，凑近一看，差点高兴的蹦起来。长期收购屁股丹任务，材料全是五谷杂粮，这不纯送分题。劳烦师兄，请问屁股丹材料能用银两换吗？材料用贡献值换，1点换1份。没贡献值就100两纹银换1点贡献值，上限1000两。反正银子留着也没用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更何况我还有100%成丹天赋呢。白晨用银两换完材料回家后，直接起锅烧油，可是把材料一股脑摆上桌后，又满脸纠结。先放啥呢？算了，管他呢，凭感觉来吧。白晨跟着直觉依次丢入材料，胡乱搅拌，起初香气扑鼻，没多久味道直接变质，腥糊味直冲脑门。反正我又不吃，能换贡献值就行，干就完了。白晨蒙住口鼻，硬着头皮搓药丸，臭味顺着窗户疯狂往外飘。周时何方和结伴回来，就在快到家的时候，被臭味呛得原地立定，疯狂捂口鼻，眼泪直流。娘嘞，这啥味儿啊？又腥又糊，还辣眼睛，比茅厕还臭。烟从白晨屋里飘来的，肯定是他在瞎折腾。两人直奔执事堂告状，脚步飞快，生怕多待1秒就被熏晕。执事刘晏端坐堂内，脚边趴着凡阶7品侍乐犬世风，慵懒闭目有神。两人冲进来大呼小叫：“执事大人，白晨在屋里玩屎，快管管！”玩屎？你们有证据吗？你们可知污蔑同门的罪责？两人连忙发誓没撒谎。刘晏这才半信半疑的让两人带入。世风直接冲进木屋，径直扑向石锅，埋头狂舔锅里的火果。白晨刚要上去阻拦，直接被拽到一边。哎呦喂，那是我的贡献值，别吃啊！刘晏随后走进屋子，睁眼看到世风狂吃糊糊的一幕，气血直冲头顶。世风，你居然在吃屎！周时何方和躲在门外，呕吐不止。刘晏只见宁灵文一分钟。世风还恋恋不舍的舔嘴打嗝，臭味再次暴击众人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宗门主会晤，该当何罪？执事讲点理，我在练辟谷丹，是你的狗闯进来吃了我的丹，我还没索赔呢。这是辟谷丹？刘晏蹲下身，皱眉挖了一点，不顾臭味送进嘴里，细细品味。白晨和刘两人全都看傻。不是吧？执事也跟着吃屎，口味这么重，狠人，这都敢尝，佩服佩服。确实是辟谷丹，效用不差，就是比屎臭没10年。白晨瞬间变脸，从暴怒变委屈，可怜巴巴看着刘晏。执事大人，我全部身家换的材料全毁了。刘晏看着蹭吃蹭喝的世风，无奈摆手，答应赔偿贡献值。白晨立刻喜笑颜开，地上搓好的药丸，一共60颗，换6点贡献值，谢谢执事大人。算你狠！刘晏亮出执事玉牌，指尖灵气化转，白晨的外门木牌泛起青光，显现数字6。白晨乐得合不拢嘴。没引气认主，牌子收好别丢，丢了找不回。这不就是修仙版支付吗？太方便了。刘晏盯着白晨，突然察觉不对劲。你还没引气入体，徒手练出辟谷丹。回执事，还没引气。刘晏遇见离去，世风立刻粘到白晨身边，摇着尾巴，眼巴巴盯着石锅，哈喇子直流。这么爱吃这玩意儿，叫什么世风，改名叫世屎得了。刘晏遇见归来，拎着材料丢在桌上，让白晨当场再练一锅。白晨爽快答应，重新生火熬煮。执事大人，做好了。比屎臭没10年，效用和上一锅分毫不差。5灵根，未引气，无丹术，仅凭直觉熬出有效辟谷丹，这是天生的丹道异类。可惜灵根太差了，你的情况我无法决断。我去丹峰禀报，随后给你换个地方住。哇，刘执事说要去丹峰禀报，这白晨不会真的要发达了吧？必须盯着，这可是第一手八卦。峰主，刘执事求见。让他进来。弟子刘晏见过封阳峰主，今日在鱼骨域一新入门弟子白晨5灵根，未引气入体，仅凭辟谷丹材料清丹，用反火石锅熬煮出了有效用的辟谷丹。弟子觉得此事非同小可，特来禀报。无灵气，无丹术，仅凭直觉。是，弟子亲自监督他炼制了一锅，效用属实。带入，我亲自去查验。
封主，风师妹将晚饭全丢出来了，说不放他出来就要绝食，不吃就让他饿着。转告他，和虚宗不是家里别院，再不知收敛，明日便回家去。是，弟子这就去转告。走吧。哇，封主，白城熬屎，把封主都熬来了。我就说他不一般，这可是丹峰封主，咱们宗门的炼丹大佬。弟子白晨见过封主大人。你便是白晨，刘执事所言，你仅凭直觉熬出了屁股丹。回封主，弟子只是照着任务堂的材料清单，凭着感觉熬煮，没想到真的成了。再做一次，我看看。快，凑近点，说不定能听到封主和白晨说啥。小声点，别被发现了。这可是丹峰封主，咱们外门弟子能近距离接触大佬的机会可不多。封阳，难道是风流的大伯？他不会认出我来报仇吧？让我看看你之前炼的丹。风阳目光径直锁定那口沾满药糊的石锅，刚要伸手查验，却被护士的世风死死阻拦。让开！他不会也像刘燕一样直接吃吧？那可是世风舔过的，狗嘴里多屎啊！有点小期待。风阳指尖捻起残留药糊，细细探查，并未像刘燕那般亲口品尝，仅凭丹道修为便辨出药效，结果让他愈发对白晨产生兴趣。确实有屁股丹的药效。唉，可惜了，没看到好戏。确认药效属实后，风阳不再试探，索性拿出正统辟谷丹丹方与全新材料，打算看看白晨的天赋。这是辟谷丹的丹方，可能看到。弟子能看懂，只是尚未引气入体，做不到控火和药气凝练。无妨，你按照丹方要求再试一次。白晨依照正统丹方一步步操作，食材与药材的比例精准契合，锅内的气味也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哇，这味儿和刚才完全不一样啊！要是一开始是这个味，咱们怎么可能去告状？是啊，闻着都想吃。按照丹方操作，果然不是屎味了。看来我的天赋是不管怎么瞎搞都能成丹，但味道好不好，全看有没有丹方。怪哉，这孩子无丹道基础，既能凭直觉乱煮成丹，又能依丹方熬出这般品相。若是苏青州在，或许能看透他的怪异之处。风阳虽看不透白晨的怪异体质，却惜才心切，当即拿出丹道典籍与珍贵药材。这是初阶丹药和灵草初见，还有2份聚气丹材料，你试试炼制。但聚气丹有丹毒，莫要多服。多谢封主。往后炼丹有不懂的，可去丹元峰寻我。若是你能筑基，我便收你为弟子。风阳真的是风灵儿的大伯吗？这叔侄俩品性差的也太远了吧！一个惜才宽厚，一个刁蛮蛮横，简直是云泥之别。多谢封主，弟子定不负封主厚望。风阳处置完白晨的事，转身离去，刚到门口便察觉到墙角的异动。见过风阳封主。封主离去后，刘燕着手处理白晨换房的损事，而一旁的世风还惦记着白晨的专属美食，舍不得就此离开。走了，送你了。这怎么行？我把贡献值给你。不用，今天麻烦刘执事了，就当给世风吃着玩吧。周氏和方和相视一眼，同时舒了口气，又不约而同地看向白晨。就是这俩货搞出这么多事，鱼谷还有没有更远的木屋？不想挨着他们。白兄真是对不住，方才都是我俩的不是，我们不知道你是在炼丹，还请你原谅。对，都是我们太莽撞了。白兄要搬东西吧，我们帮你。这俩货变脸比翻书还快，不过有免费劳动力不用白不用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原谅你们了。搬东西的时候小心点，得把药材弄坏了。好嘞，白兄放心，我们一定小心。搬家收拾告一段落，白晨随口吩咐洗锅，可这口煮过屎味丹药的石锅，却成了周氏和方和的心病，两人瞬间打起了小算盘。白兄，你后面还要继续用这只石锅炼制辟谷丹给任务堂吧。得到肯定答复后，两人脸色瞬间难看，一想到日后要吃到这口锅炼的丹，心里便泛起抵触，当即暗下决心要换掉这口锅。任务堂收的屁股丹，最后还不是进我们肚子里。这锅之前煮过屎，喂丹药，想就想吐，绝不能让他再用这锅炼丹。白兄，你先等会儿，我出去下，马上回来。赶肾去了，谁知道了？估计肚子疼吧。白兄，你打算搬去哪个木屋？我帮你搬东西。你隔壁那间吧。好嘞。两人很快搬到新木屋，方和故意拖延时间，就是等着周石带着新锅回来，好向白晨赔罪。今天谢谢了，白兄，待会儿还要炼丹吗？之前练了那么多辛苦啊，不然你再多歇一会儿再说。大晚上了，练完丹还睡不睡觉了？这人是不是有病？就在白晨不耐烦之际，周石气喘吁吁地赶了回来，怀里抱着的崭新紫砂锅。白兄，你看我带什么回来了？这口紫砂锅是我和方和的一点心意，就当是先前误会你的赔罪礼，你可一定要笑纳。是啊，白兄，新锅你留着炼丹，这口石锅就送给我俩当回礼吧。哦，合着你们是嫌我这锅煮过屎味丹药，怕以后吃到用这锅炼的丹啊？嘿嘿，白兄果然聪明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白兄别客气，都是同门师兄弟应该的。换锅成功的两人满心欢喜，离开后还在暗自庆幸，既解决了心头顾虑，又拉拢了白晨，一举两得。还得是方兄懂我，还好白晨脾气不错，收下了锅，不然生了嫌隙就不好了。谁说不是呢？谁能想到一个武灵根在没有引气入体前就能炼制丹药啊？
他要是入了炼气期可不得了，我们现在和他交好有好处。是啊，若是他能筑基，便是一飞冲天了。可惜他是个武灵根，想要筑基也是难。另一边，白晨安顿好新屋，立刻拿出风阳赠予的单册研究。这单册上的方子远不如风阳给的那份帛书详尽啊！但不管怎样，先试试炼制聚气丹，我一定要尽快引气入体，筑基成功。风阳给的帛书堪比精准食谱，单册却全是适量少许。白晨一脸懵，可这炼丹全靠盲猜，那就是试炼聚气丹。灵石粉3撮，紫纹龟碾碎，凭感觉来，之前都能成。这哪是聚气丹，分明是带单独的药泥，吃了怕不是要出事，只能买成品了。无灵气控，单独排不掉，盲练终究还是翻车。白晨再现一猛，远处传来阵阵惊呼，人声鼎沸。白晨端着锅出门张望，只看到黑压压人影。啥情况？我去瞅瞅。周芷一溜烟跑走，方可转头问白晨炼丹结果。白晨摇头坦言失败。没事儿，多练几次就成。周芷气喘吁吁跑回来，激动到破音，大喊大叫：哇，有人引气入体了，还是4灵根杂灵根？4灵根这么快？周芷说完才反应过来，歉意看向白晨。白晨毫不在意，满眼诧异。杂灵根也能这么快引气入体？说罢，白晨丢下砂锅，拔腿就往青柏坪跑，主打一个光速吃瓜。白兄干啥去了？废话，看热闹去，赶紧跟上。杂灵根反超3灵根，指定藏着好天赋词条。等我瞅瞅能不能复制，这波血赚不亏。引气入体初期灵气收不住，才会飘这层破光。天赋好的收得快，菜的能飘一整天。文轩哥也太牛了，才入中几个时辰就成了，有秘诀不？4灵根比双灵根还猛，好多天纵奇才，以后带小弟。侥幸罢了，略懂皮毛而已。你真热场的，还是同买。 4个时辰引气很牛，有种跟内门沈婉宁师姐比。沈婉宁谁啊？名气这么大？我弟个万年难遇的先天气体，单金灵根，一天引气直接筑基，被长老收亲传，同阶无敌。先天气体是啥？别，我说这体质就是天道亲儿子，自带传系，引气就能筑基，灵气还自动往身上凑，逆天的很。宗门全是天之骄子，选哪个复制好呢？先盯紧眼前这个再说。人家引气当天筑基，你行吗？别在这装杯显摆。程景峰直接开撕，张文轩的装杯现场秒变社死修罗场。刚才推彩虹屁的众人翻脸比翻书还快。我没有炫耀，我只是想分享心得。行啊，分享秘诀，怎么快速引气？说白了就是走大运，装什么大佬？惺惺作态，真恶心。原来是撞大运，白激动一场，浪费感情。张兄别往心里去，流言蜚语不值当。蓝色词条血传，下次复制就选它。谢谢白兄，我一定好好修炼堵他们的嘴。白兄心善，我们之前还差点害你，真是该死。5灵根就是灵气大漏勺，硬磨到猴年才能引气，还得靠聚气丹。成败在此一举。5灵根就是无底洞，一枚单连牙缝都塞不住。等复制了事半功倍，词条再抽。哦，巨轮一扎堆，显得我这个炼丹人很懒散啊。算了，搞钱要紧。执事大人等我。路过，你这是练屁股丹？我在练清灵丹，大人要屁股丹，您筑基期用不着啊。不是我吃，给世风买的。原来是给世风买专属口味，懂了。你不觉得奇怪？宠灵兽很正常，这就给他单独练一锅。这孽术就任你练的喂，药房的闻都不闻，还威胁要去茅房，我实在没辙了。没想到啊，狗改不了吃屎，修仙界也一样适用。刘晏前脚刚走，白晨便着手清点药材。1份还好说，10份这些材料就不够了，还得去药房换些回来。白晨，白师弟在吗？弟子正是白晨，不知林师兄寻我何事？听闻师弟会做特殊味道的屁股丹，想请你帮我也做几份，不知可否？师兄也要10味的吗？师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误会，林师兄莫怪，
方才刘彦流执事过来定制了些特殊味道的屁股丹给他的灵犬师风，我还以为师兄也是买来给自家灵犬的呢。原来如此，我并非给自己准备，而是给一位师妹。她近日辟谷时说验了屁股丹寡淡的味道，连带着吃什么都觉得索然无味。前几日偶然听刘执事说师弟能做出不同味道的屁股丹，便想着过来请师弟帮帮忙。别的口味的屁股丹我还没有做过，不过可以试试看，不知道林师兄想买什么口味的？果味的都可以，看你方便。那行，我今天研究下，明天早上林师兄过来拿吧。你尽管尝试，即便失败也无妨。若是成功，我只要40颗便够了，多余的贡献值就当是师弟调试的辛苦费。多谢林师兄信任，放心，肯定不会让师兄失望的。我操！师弟，劳烦给我做的时候换一口锅吧。师兄放心，给世风准备的有专用器具，不是同一套。有劳师弟了。看着凌冽离去的背影，白晨摸了摸道长的贡献值，这个就开始来财了。这灵果也太贵了。银露果清心润脉，青蜜桃补灵气，银纹离醒神，都是后山灵谱的好货。白晨摸着下巴盘算，眼神发亮，满脑子都是商机。有需求就有市场，果味丹搞起来，以后贡献值不愁了。多谢师兄好意，这用量太费，我实在扛不住这价。伙计了然一笑，指了指角落竹筐，筐里荔枝洪亮饱满，自带香甜特效。详姐常用普通荔枝就行，不是灵芝但超甜，一筐才2贡献，划算的很。白晨凑过去猛吸一口，眼睛瞬间亮成灯泡，嘴角疯狂上扬。要的就是果味，药效不重要。一筐2贡献，血赚，就要这筐。白晨刚放好东西，一颗翘着呆毛的脑袋突然从窗口窜出，吓得白晨陈哥，我去，吓死个人！你不是闭关炼体吗？咋出来了？看看哥有啥病？可以啊，引气入体了，恭喜！那必须的呀。周石那家伙还在屋里死磕，哪有我天资聪颖？之前送你的石锅没丢吧？没丢，好好收着呢。要不是忙着修炼，早扔了。拿来，我要用它给世风炼定制屁股丹。方和松口气，立马跑去抱锅，回头瞥向周石木屋，眼底闪过坏笑。死道友不死贫道，炼丹臭气熏天。周石，你自求多福吧。白晨猛紧口鼻角扶锅，绿乎乎的臭气特效从门缝飘进周石屋。卧槽，陈哥你搁这炼石呢？方和呢？他说你闭关不受影响，早就跑没影了。方和你个王八羔子，老子跟你没完。白晨和张文轩勾肩搭背吃饭，系统弹窗闪过，修行事半功倍，复制成功。美真真。武林跟拆分又怎样？有了事半功倍，效率直接翻倍。炼气1层，马上落到2层门槛，这波血赚。爽！陈哥睡醒没？今日演气入体，你比执事还勤快，天天问。白晨开门，周身灵气浮动，周石瞬间我操，嘴巴张成 O 型。我操，你引气入体了，侥幸跟上大伙脚步，必须庆祝！善堂走起，哥请你吃好的，那就4个灵兽肉包，宝宝也来4，滚蛋！只请陈哥。文轩，你这灵气波动，怕是到炼气2层了吧？侥幸突破，运气好罢了。 4灵根比我们3灵根还快，太牛了！别带我，我快1层巅峰了，对他最慢，这叫厚积薄发，你懂个溜呀！你请我吃包，我请你吃丹，不许拒绝。 4个性格迥异的少年，在修仙路上凑成了最铁的小团伙，打打闹闹，共赴前路。这是我花钱买的，你收了陈哥的单，包就是陈哥的，跟你没关系。我去执事堂接杂役赚贡献，我跟你一起。我也去。陈哥，你还练丹不？打算买个丹炉，砂锅炼丹太拉了。 7个丹炉300多贡献，老贵了。符箓法器更离谱，咱们那点贡献根本不够看。我攒了500多，勉强能买个入门款。这2位可是丹元峰的天才，丹双灵根保送培养，跟普通外门弟子压根不是一个档次。谁是白晨？赶紧出来！是风铃儿这姑奶奶，还好没认出我，不然又要麻烦。看不见。白晨在这儿呢，你大爷的溜了！弟子白晨，不知师姐寻我何事？你就是做花式辟谷丹的，给本小姐做200颗青蜜桃味的。灵儿别张扬，封主该罚你了。我就是买单，又没惹事，至于跟我大伯告状吗？ 白晨这才松口气，吓死宝宝！这位大小姐是冲丹药来的，没认出她这个救兵。师姐恕罪，青蜜桃1颗4贡献，炼200颗要30颗，我实在没这么多贡献。穷酸样，这点钱也叫是。这里200块下品灵石抵800贡献，多的赏你了。明日申时莫交货。我操，发财了！会计啊，人傻钱多，不赚白不赚。弟子遵命，明日定按时交货。 悄悄的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喜欢你。我靠这师姐啥意思？美人计吗？蠢猪！这他妈陈哥炼丹天赋被盯上了，筑基就能进丹元峰。哇，白兄也太厉害了吧！你修炼速度比他俩快多了，该羡慕的是我们。我靠，360贡献买的炉，要是不好用，亏炸了。不是小炉，你咋有点丑呢？
我可是100%承担天赋，永远可以相信。不错哦，比砂锅多6颗，时间还快一半。专业道具就是香，开工干活，搞钱走起。白晨靠着炼丹发家致富，马上住上大别墅。白晨撸起袖子，一脸胸有成竹，指尖捻出一缕灵力，点燃丹炉，动作行云流水，辟谷丹材料依次入炉，淡淡的清香缓缓飘出，和往常毫无差别。常规操作，稳得一批200颗订单到手，贡献值这不就来了？白晨将青蜜桃丢进炉内，下一秒丹火一颤，细碎的灵力人一绽开，浓郁的蜜桃甜香直冲房顶，比例之味，茶味辟谷丹香了好几倍。白晨瞬间僵住，不对劲啊！这是练了这么多口味辟谷丹，从没这动静，到底哪出问题了？白晨闭眼感知半天，头顶弹出没废，继续练的弹窗。他挠挠头，只能硬着头皮手炉。这一炉耗时比往常久了不少。哎，这颜值也太高了吧！白里透粉的，压根儿不是辟谷丹的深褐色，闻着也没半点药味。这到底是个啥？有100%承担天赋兜底，肯定没废。但我可不敢试毒，这是给风阳峰主侄女的，吃出问题我小命不保，赶紧找风阳鉴定。和虚宗主打一个大道离谱，外门弟子全靠双腿代步，没飞剑等于纯罚站，走一趟至少大半个时辰。宗门太大，没代步工具，腿都要走断了，啥时候我也能有把飞剑啊？白晨又走1刻钟，终于看到刻满丹纹的丹元峰封门，2名内门弟子值守站岗，眼神犀利地盯着他这个外门弟子。外门弟子白晨有事求见风阳峰主，还请2位师兄通传。没信物空口说白话，不会被打出去吧？不行就立马润。感情风阳早就给弟子打过招呼了。那以后我要是复制到更强天赋转修别的，不进丹元峰，他会不会拿丹炉砸死我？许师兄在阁门前等候，见白晨走来，主动上前引路。2人踏入聚丹阁，阁内丹香浓郁，摆件简洁雅致。风阳正坐在蒲团上翻看丹卷。师尊，白师弟到了。已经引气入体了，5灵根1个月就成，能追上4灵根速度，还算不错。此次可是来请教灵力控火的。风阳招手让白晨落座，准备传授控火法门。白晨却没动，反而从怀里掏出丹瓶，双手捧着，恭恭敬敬递上前。谢峰主夸赞，弟子不是来学控火的，是练了一炉怪丹，认不出品类，斗胆请峰主指点。刚引气入体就能炼丹成丹，倒是有几分悟性。风阳轻笑，旋开瓶塞，倒出来丹药，看清模样的瞬间，笑容直接僵在脸上，眉头紧锁，贴着丹药端详片刻。你这丹里放了青蜜桃，到底想炼什么丹？回峰主，弟子想炼辟谷丹。胡闹！青蜜桃价值远超1整瓶辟谷丹，你用灵果炼辟谷丹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是不是有人找你定制？还能是谁？您那位金贵侄女风铃呗，整个宗门也就她敢这么造。罢了，不怪你，是定制之人任性。但今日我要给你讲透丹道本分，你记牢了。谨遵峰主教诲。辟谷丹传承1000年，核心就是管饱止饥，取材便宜，人人能用，不是没人能改良，是没必要。你家灵果改口味，就是本末倒置，华而不实。你可知青蜜桃的灵效？生吃能清心润脉，一荡浊气，炼气期修饰，心服气躁时吃1颗，立马能缓解。弟子知晓，单堂师兄曾跟我提过。青蜜桃效应极但短暂，只能撑2个钟，可你这丹把它和辟谷丹融合，时效拉到12时辰，灵效却大打折扣。时效变长难道不是好事吗？怎么就华而不实了？看似时效变长，可清心润脉的效果远不如生吃青蜜桃，聊胜于无，成本却翻了数倍，普通弟子根本买不起，纯属鸡肋。宁心丹能压制心魔，减少走火入魔风险，你拿它炼辟谷丹，简直是天大的浪费。弟子知错了，这也太亏了，就算没花我的钱，浪费灵石也心疼的无法呼吸。你炼丹天赋万中无一，刚引气入体就能精准控火，我不愿见你走微路。丹道既心浮气躁，舍本逐末，花里胡哨的改良博眼球，却走不远。丹道不是墨守成规，但低阶丹方求的是普惠大众，不是精巧。你现在根基太浅，别折腾这些小把戏，先修己身，早日筑基。筑基后，你对丹道理解才会质变。记住，先修己身，再研丹道，根基稳了，路才能走得远，明白吗？弟子明白，多谢峰主谆谆提点，定诚心修炼，早日筑基。过了饭点，赶回鱼谷也吃不上了，干脆吃颗蜜桃丹凑合一整天吧。白师弟，师尊吩咐我待你用膳，稍后送你回鱼谷。多谢许师兄，有人送也太贴心了，不用走断腿了。2人互通姓名，白晨得知对方叫许成，跟着他来到山腰雅致小木屋。许师兄，丹元峰就这一处膳房，看着像小灶啊。内门弟子大多筑基辟谷，这膳房就是给大家解馋用的，整作风仅此一处。杂役少女阿竹端上灵米饭，一桌子的饭菜直接给白晨看呆了。许师兄，这一顿得花不少贡献吧？外门一个肉包都要1贡献呢。不用贡献，内门物资宗门全包，
免费吃。免费？凝露茸可是100贡献1颗的凝露丹主材，这也太爽了吧！许成从戒子袋掏出温火玉，直接塞进白晨手里。白晨连忙推拒，这太贵重了，我可不能收。不过一节小玩意，见面礼罢了。师尊那么看重你，以后咱们就是师兄弟。父娘这是把我当亲传弟子养啊！完了，以后我要是弄到更强天赋，如果不进丹元峰，他俩会不会联手追杀我？吃饱了吗？我送你回鱼谷。吃饱了，多谢许师兄。上来吧，符文我会慢些飞。御剑飞行，我终于能体验了。白晨踏上飞剑，瞬间腾空而起，飞起来也太爽了，内门黛玉简直绝了。白晨一边享受着御剑的快乐，一边默默担忧未来，毕竟他的目标可是更强天赋。丹元峰这波深情厚爱，他是要辜负了。我去，这也太稳了，比前世过山车跳伞过瘾100倍，爽炸了！赶紧修炼到炼体7层，到时候搞把最快飞剑，想飞哪飞哪。飞剑降落在白晨木屋，白晨跳下飞剑，林烈早已在木屋前等候。林师兄又来给许师姐买辟谷丹呀？此次想买荔枝味的凝玉丹、安洛丹，每种20颗，不知师弟能否炼制？师兄，这次任务很凶险吗？备这么多疗伤丹？我辈修士守宗门必有，自当镇山泽，护苍生。巧了，这2种丹我都会，今晚申时就能交货。林烈点点头，御剑离去。白晨脸上笑意淡去，眉头紧锁，陷入沉思。想太多也没用，我这点修为掺和不上，先搞订单赚钱。温阳说辟谷丹没必要改良，可大众需求摆着，低调做就行，不耽误赚钱。别人炼丹怕废丹，白晨炼丹怕炼多没地方放，100分满成丹 buff 加持，都没有失败一说。1个时辰后，凝玉丹、安洛丹全部炼好，白晨将丹药分装入。白晨将多余疗伤丹放入药柜，看着快溢出来的丹药，100分100成丹天赋太烦了，1个月就囤这么多，柜子都塞不下了，必须整个戒子袋。我这天赋干嘛一炉一炉炼？炉子这么大，直接多份同炼，效率翻倍。浪费点材料怕啥？咱耗得起。白晨将4份辟谷丹材料投入炉中，灵力控温稳如老狗，炼制过程毫无波澜，和单份炼制要10成一致。274颗，丹炉才66颗，4份直接多赚10颗，血赚啊！白晨得寸进尺，直接准备10份材料，丢进丹炉猛炼，几百颗丹药堆得满满当当。685颗，零损耗，这也太香了。风铃要200颗蜜桃丹，剩下400多全是我的。白晨兴冲冲冲进气阁，师兄有戒子袋吗？执手师兄热情接待，拿出3款炼气7戒子袋，这款60贡献空间小，这款100贡献能放丹炉，这款180贡献空间最大，还带格纹纹，保丹药灵气。就要这款最贵的，一步到位，以后囤丹不愁。刷完贡献值，白晨看着余额清零，滴血认主后，戒子袋轻松收纳杂物，他美滋滋系在腰间。白晨刚踏出气阁，就被周石撞到。周石，你小子赶着投胎啊！陈哥，对不起，我接了凌霄峰的跑腿活，快累死了，赶时间。幸好没有撞坏我的戒子袋，你们不是接任务摸鱼吗？咋累成这样？谁知道凌霄峰全体剑修都要出动，让我们背防御符、隐匿符、止血草、疗伤丹，明早就要用，我都快跑断腿了。他们要去哪？出什么事了？不清楚，就听见说去清明谷，好像有妖族为祸，我先走了，来不及了。清明谷是何须宗和苍云宗的交界，2宗坐镇，妖族还敢闹事，绝对不是小打小闹。凌霄峰全员出动，这事大条了。我他妈来了！不行，我现在炼气1层，只会炼丹，毫无保命能力，必须赶紧搞点保命东西，不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白晨看向刚消费完的贡献值，让他瞬间蔫了，长叹一口气，眼神坚定，转身往任务堂走。没钱没贡献，先赚贡献值，搞点能保命的丹药和道具，活下去才是王道。任务堂内人声鼎沸，白晨径直走到登记台，李书文笑着打招呼：“白师弟，恭喜引气入体，又来交辟谷丹。我今日是想为宗门出力，瞧见凌霄峰师兄备战，想问问有没有我能做的事。难得你有这份心，你善炼丹，会炼疗伤回气类丹药吗？凝玉丹、安洛丹、回灵丹、止血丹我都能炼，就是1阶上品的固元护脉丹，我灵力不够，暂时炼不了。巧了，刚好有个回灵丹待炼起火，适合你。需要缝领材料，炼好送回任务堂。每颗回灵丹1贡献值，明早晨10前交单，数量无上限。零成本材料，纯赚贡献，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任务。稳了。白晨快步赶往药房，值守的是师兄张莫言。听闻他要20份回灵丹材料，满脸震惊。20份，一晚上常规最多炼100多颗，宗门要求最低每炉6颗，不够数要扣贡献赔材料。
你可想清楚来。师兄放心，我心里有数，肯定能完成。赶紧给我取材料吧。方莫言无奈递上20份材料，白晨心念一动，将材料全部收进芥子袋。谢师兄，明早准时交货。师弟，帮我炼丹。我考你谁呀？屁股丹赚太少，不接单不接单。现在修炼加搞大事才是王道，小生意靠边站。屁股丹随便搓，回灵丹是1阶中品，10份铜炼太耗灵力，5份刚刚好，咱主打一个稳。高强度炼丹太费神，白晨主打一个编号兵，主打一个极限拉扯。成了，我操，100%成丹就是牛，就是丹药等级越高，加成越有限，赶紧搞得更强天赋才是王道。我来，累死老子了，修为太低了，炼个丹都累瘫，必须赶紧升级。蓝色事半功倍，天赋炸场，5灵根废柴直接逆袭，修炼速度堪比3灵根，这波开挂太猛了。完犊子，不能吸了，我是公认5灵根废柴，今天刚引气入体，明天就2层，不得被解剖当成怪物切片研究。白晨抱头纠结，头顶弹出警示标语：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猥琐发育，别浪狗住。不行，必须藏一手，绝对不能暴露天赋，赶紧想个法子糊弄过去。修炼太快了，怎么隐藏呢？白晨小脑瓜飞速运转，当场想出逆天糊弄话术，既修补了修为 bug 漏洞，还能顺便搞钱，简直就是天才。学炼气术会留备案，出去买道具太危险，妖族都快打上门了，小命要紧。有了，助气丹，炼气期弟子辅修神器，就说修为是吃助气丹堆出来的，自炼自吃，合情合理，还能卖钱，一举两得，太过完美。陈哥这么早去哪儿？不等咱们吃饭？鬼知道，我只知道昨天跑腿差点把腰累断，凌霄峰都是牲口。120颗，品相全是极品。你一晚上练的？哪能啊，大半是之前囤的存货，见宗门要急用，就贡献出来了。哈哈，你小子，给你画120贡献值。你小子还会找台阶？昨天不是说男人不能说不行吗？我还没籍贯，是少年郎不算男人。白晨说明要助气丹材料自由。我操！5灵根修行虽难，但你炼丹天赋绝佳，或许你能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。多谢师兄勉励，我会努力的。白晨付60贡献换3份材料。装进芥子袋，离开药房，小腹坚定。白晨走在回屋路上，天空骤然变暗，遮天蔽日的阴影笼罩宗门。他抬头，瞳孔骤缩。我滴个乖乖，何须宗压箱底的法器出动了，这牌面直接拉满。我操！是覆海荆州和破元清缩，云大佬都出动了，青灵谷到底出啥事了？完了完了，比预想的还危险，赶紧修炼变强，只有修为能给我安全感。凝露草切断，地脉果文火炙烤，要用青白文火炼制。冲！白晨绝壁库，炼气一层灵力支撑不住，火焰艰难变轻。他满头大汗，全神贯注操控元力。颅内地脉果汁液厚重，凝露草药液清透，2团药液相遇，疯狂排斥，哧哧作响，灵气紊乱，无温失控。丹方没写这茬啊，这咋整？要炸炉了！危急时刻，100%成丹天赋触发，玄学直觉上线，救场时刻到。稳住稳住，千万别崩！刚过一关又来一劫，助气丹炼制难上加难。白晨的100%成丹天赋还能稳住局面吗？怪不得成丹率才3成，这药力流失也太狠了，差点直接炸炉。主打一个死磕，平手就前功尽弃。月季自小趴菜一关1阶中品丹，主打一个逆天反应。不愧是我，换别人早失败了。品相不重要，成丹就是赢。这什么玩意儿？外门弟子天赋也太拉了，系统每月1次复制机会，必须用在刀刃上。好想复制沈师姐的先天气体啊！拜拜。5灵根25天2层，靠助气丹糊弄还行，再冲3层直接被抓去切片，苟住。林师兄，你这是任务翻车了，伤这么重。还活了，系统启动。天赋词条：天道酬勤，金水灵金壳字。传说中的资金吗？哇，金色传说，这波血赚必须复制成功，哥你千万别撒手。白晨死死扶着凝烈，满脸关切，实则偷偷启动复制倒计时，疯狂跳动。复制倒计时进行中，一道赤红流光炸，许成御剑暴喝着轰向凌冽后心，灵压滔天。白晨汗毛倒竖，凌冽，给我死！卧槽，筑基期打架要命啊！我这炼气小趴菜要炮灰了。伤害全，温柔拉满，凌冽重伤还护着师弟，这波格局打开了。许成落地，红着眼挥拳猛擦凌冽。你他娘的怎么没死在那啊？
放我这念命来！许师兄别打了，伤及无辜就不好了。滚蛋，没你的事。遵命，小命要紧，词条没了能再找，命没了真没了。是意外，是妖族诡计，不能全怪林烈。志宁在意他，你打死他，他不会原谅你的。许成瞬间僵住，泪流满面。热婆束缚遇见逃离，林烈倒地昏迷，气息奄奄。合着是虐心狗血剧，我这是吃到大瓜了。徐安留下玉润丹和嘱托，御剑追许成而去。白晨看着价值280贡献的丹药，两眼放光，又立马收敛。这丹药老值钱了，可林师兄都快没了，咱不能当畜生。白晨扛着林烈进屋，费劲把人放床上，立马启动复制，倒计时结束，金色天赋到手。复制天道酬勤成功，首次金色天赋系统升级，倒计时24小时。金色天赋到手，系统还升级，血赚不亏。有酒吗？有，师兄稍等，我立马去买。我是4灵根废物，刚入门被人瞧不起，3天引气，1月3层，外门大考第1。当着我5灵根的面说4灵根是废物，合着我是废中废？就这说话方式，那朋友太正常了。师兄当年太厉害了，锋芒毕露。我一直以为自己很强，原来人家一直在放水，我的努力像个笑话。执念太深，何苦呢？苟着不好吗？这位师兄有礼了。是他把我从烂泥里拉出来，叫我收敛锋芒，我变成了他喜欢的样子，却把他弄丢了。是我无能，是我没护住他。许成说的对，我该死。林师兄，这不是你的错，别自责了。林烈哭够了，平复情绪，抬头要买所有果味辟谷丹，眼神坚定。白晨报出1500颗果味辟谷丹，600贡献的价格，林烈直接划1000贡献，大气挥手。师兄给多了，无妨，麻烦师弟了。内门师兄也太有钱了，这波直接暴富。修仙界太残忍，还是苟住发育最稳妥。新增可视化界面，5米属性查询，解锁技能记忆模块，不用摸人就能查属性，炼丹经验可视化，这系统终于向主角挂了。陈哥，你闭关封了，明天就大考，我们听了注意事项，立马来喊你。哎呀，差点忘了这茬，正好接着大考，蹲一波高品质天赋。周十88吐槽白晨，白晨无视吐槽，莫喊查看属性，3人属性面板自动弹出。张文轩自带蓝色事半功倍天赋，周十方盒全是绿白字条，牛啊！不用贴就能查，大考蹲天赋稳了，靠近5米就行，再也不用硬蹭了。周十见白晨发直，以为生气，挠头陪笑。张文轩担忧他炼丹伤神，白晨回神扯谎圆场，转移话题问大考事宜。周十咋咋呼不讲规则，开始掰扯大考重点，手脚并用笔画施剑平气汗。利剑锋是剑平，青钢石铺地还克阵法，老七派了。陈哥别打断我，说重点，再扯废话让你自己练锤去。周十秒怂讲重点，大考分修为测查和比武环节，剑灵玉闭塞修为，纯看日常情感，比武全靠抽签碰运气。还好我苟住没破3层，不然直接暴露被切片，太险了。咱们连像样招式都没有，拿头跟人家打，前3名筑基丹压根轮不到我们。敲门声响起，白晨开门，看见精壮黑瘦少年，愣存半天才认出是陈金宝，瞳孔地震。陈兄，你怎么瘦这么多？当年的小胖子呢？白兄啊，你知道我这2个月怎么过的吗？我的肉全没了。白晨拉哭嚎的陈金宝进屋，周十3人瞪圆双眼，满脸不可置信，反复对比记忆里的胖小子。这真是那个招徒大典上的胖天才，瘦的亲妈都认不出来了吧？陈金宝哭着行礼，转头对着白晨继续委屈暴哭，精壮身躯配哭包脸，反差感拉满。陈金宝刚要骂疯主，白晨眼疾手快捂嘴，后背冒冷汗，生怕被连累遭殃。疯了，敢骂一phương之主，想害我一起死啊！闭嘴好好说。陈金宝平复情绪，哭诉玄顶峰地狱日常，天不亮被锤子打醒，天天抡大锤淬体，昼夜连轴转无休息。我在家连水都不提，到这天天抡比人高的锤子，金土淬体，快把我练废了。这操练法，铁人都扛不住吧？你咋吃下来的？陈金宝撩起弟子服，露出紧实腹肌，眼圈通红，继续暴哭，10几年囤的肥肉全消失，全靠丹药对着活。2个月呀，我的肉全没了，白胖小子彻底没了。不是兄弟，你这是炫耀吧？腹肌谁不羡慕啊？陈金宝展示练技5层修为，只有达标才能出封。周氏3人彻底震惊，张文轩脸色更凝重。自视好还有资源，差距越来越大，这大考没法玩了。陈兄，百炼才能成钢啊？对哦，我2个月练气5层，比大众弟子还强，我就是耐锤的好药材。这就对了，吃苦都是为了变强，我横着走都没人管。看看这是什么？星纹铁母加沉筛沙，最好500贡献，
这礼太贵重了吧？白兄，快注入灵力试试，我亲手打造的，防御超强。这哪是盾牌？纯纯就把旋转射灯，上头直接变成火把子被集火。这盾防御不知道，烈焰包是真的，黑夜中最亮的赞。心意我领了，太好用了，必须收好。融了卖材料都比用着强。白兄，快给这个盾起个名字吧。就叫流光铁臂吧，叫闪耀灯球才贴切。算了，给孩子留点面子，那我就回赠给你辟谷丹吧。是蜜桃味的辟谷丹。终于不用吃难吃的辟谷丹了，白兄，你就是我的救星。朋友多多，敌人少少，人畜无害，人设稳了。修仙界苟住就是赢。接下来就是玩命炼丹。甘地上线，为了冲大成经验，连续炼丹4小时，心神耗损再大。完美品级效果没差，到底强在哪？不管了，先开炉看看实物再说。丹炉迸发淡金流光，新谷清香弥漫全屋，驱散烟火气。白晨眼睛一亮，猛地掀开炉盖。这除了好看点，颗颗带纹，跟大成没啥区别啊！白干4小时了。白晨装瓶收丹，点开细口面板，看到完美品级经验条1000分之1。瞬间瞳孔地震，倒吸凉气。一炉才涨一点，不眠不休干20多天才能满级，疯了吧？这是白晨拎着一堆单瓶走进任务堂，当值的李书文笑着打趣，把单瓶堆成山，瞬间笑僵。白师弟，你闭关26天，全搁着闷头练辟谷丹了，1200多粒，你图啥？修炼之余调剂心神，随便练练。李书文清点丹药，发现每瓶都带丹纹，彻底震惊，直呼白晨炼丹天赋吓人。我干任务堂5年。头回见外门弟子把辟谷丹练到完美带纹，也就你这么偏执了。完美之上还有什么品级？有啥特殊功效吗？还能有啥？辟谷更久，外加无垢不拉屎，灵气全吸收，不用排泄，纯闭关懒人神器。合着高阶辟谷丹就是修仙版开塞露平替，省事是省事，可还是辟谷丹啊。普通助气丹有丹毒，吃多了堵经脉。完美助气丹无丹毒可进赠，5灵根吃了都能撵上丹灵根，那不得囤一堆直接筑基？想辟支，只有风阳风种能练，哪轮得到外门弟子？有家无事，咱也就想想。白晨笑着告辞。Hello， 15里路，几人不会遇见，只能靠谱。走完全程得1个多时辰，纯肉体折磨。天色渐亮，各路外门弟子汇入大道，全是炼气7层以下的步行党。累死爷了。就冲着御剑术也得拼命修炼，走路太遭罪了。上次跑腿任务累成狗，没下决心，这会儿才顿悟。2道巨大一给，这也太帅了！啥时候咱也能坐上非洲啊？人家坐非洲，咱们跑断腿，这差距比我和天才的距离还大。别急，面包会有的，非洲也会有的，先把大考混过去再说。周氏满脸委屈，感慨鱼骨弟子没人管，没资源，比不上主峰弟子。白晨掏出2瓶助气丹，咱没资源，但有丹药。这助气丹拿着修炼提速，以后材料我帮你们练。太贵重了，你自己留着用，我们不能要。自家兄弟客气啥？我炼丹不难，材料到位就行。实在过意不去，给几颗丹药当辛苦费。此时白晨的形象在周氏方和眼中堪比彦祖。义父在上，请受孩儿一拜。哈哈，别，你们这是要我折寿啊！白晨内心暗喜，绑定兄弟文狗修仙路。朋友多多，敌人少少，稳了，这波不亏。3人赶至事件坪，数千弟子集结。人群划分极其分明，同样是外门弟子，鱼骨弟子站西侧，杂乱无章；主峰弟子站东侧，整齐列队，气势直接碾压。好多人啊！没想到外门弟子竟然有这么多人。白晨扫视观礼台，发现峰主齐聚，唯独不见温若航。碰了碰周时，低声询问：“你们还不知道，清明谷任务炸了，天才陨落一堆，温峰主暴怒，杀穿妖族巢穴，还在扫尾没回来。原来任务这么凶险，稍有不慎就是陨落。苟住才是王道。”附近时辰已到，外门大考正式开始。第1项，修为功法鉴定。新晋弟子列队出列，主峰弟子整齐有序，玉骨弟子松散拖沓，孟执事冷面登场，现场首长批玉璧，不许隐匿作假，玉璧会显露出你们的真实底子。赵铁柱、钱富贵等鱼骨弟子依次测试，修为低，功法差，孟执事破口大骂，毫不留情。3灵根才练习1层，2个月睡过去了，废物，滚下去！下一个。接连多名弟子挨骂，
鱼骨众人羞愧难当。孟川声音再次响起，点到程景峰。下一个，鱼骨程锦峰。程景峰挺直脊背走出，路过白晨4人时，对着张文轩不屑冷哼，眼神挑衅满满。我操！这人怕不是有那个大病，没事找事儿。筒子开，就这3连根普通天赋拽得跟天花板似的，白期待了。白晨转头看向主峰阵营，和陈金宝隔空招手，玄顶峰弟子纷纷投来探究目光。白晨无奈耸肩。3连根炼气3层初期，引气诀登堂入室，根基扎实，下去吧。4连根也配跟我比？等着看你出丑。孟川点名周石，周石深吸一口气上前，玉臂光芒暴涨，修为直接亮瞎全场。程景峰嘴角瞬间抿紧。3连根炼气3层中期，灵力浑厚，不错。就这，小老弟还得多练练。张文轩登场，全场目光聚焦。张文轩贴紧玉臂，光芒陡然清亮。4连根炼气3层巅峰，引气诀融会贯通的字样浮现。孟川眼前一亮，连连夸赞：4连根能有这般造诣，心性沉稳，用功至极。好，张文轩淡定退下，四周弟子侧目，主峰弟子都多看2眼。程景峰脸色僵硬，肌肉抽搐，眼神从得意变震惊，彻底蒙圈。怎么可能？4连根凭什么比我强？这不合理，绝对是作弊。爽，脸都气绿了，看他还装不装？肃静，下一位，鱼骨白晨。5连根2月练出完美屁股丹，天赋极佳，很不错。他娘的，和虚宗是没保密局吗？昨天刚交丹，今天全宗都知道了，一点秘密都不给留啊！还有谁？只是过誉，弟子只是侥幸而已，侥幸而已。你们看看他，区5连根都能2层巅峰，你们3连根才1层，天赋好还不努力，就跟废物一样。这是在夸我还是骂我呢？我好牛逼！我只想低调摸鱼，非要把我架火上烤，早知道就压更低境界了。哈哈，5连根能有这事，祖师爷的规矩真没错，了不得！进京太快，怕是嗑了不少自炼丹药，单独沉积会毁他的小根基，拔苗助长来。陈哥，偷摸干啥呢？凑近看热闹，摸点好属性，顺便看探美女师姐。我操，这是紫色词条，正道本能，这波血赚，必须祭死他！极品天赋果然万里挑一，不急苟住就能慢慢抄。莫师兄眼光毒辣，今年玄顶峰苗子几家？哎呀，也就一般般吧，比不上丹元峰李对天。魏长老起身，金丹威压散开，全场瞬间安静，落针可闻，弟子们纷纷抬头屏息。灵根有高下，勤勉无贵贱，比武擂台各凭手段，禁止伤人性命，毁人道基。魁首赐上品筑基丹，100块上品灵石。苍金阁3层任选功法，前3皆有筑基丹。来都伸手探入阵幕，号签自动显现，注入灵力显对阵信息，速去后战区。让开！往年奖励差远了，今年上品筑基丹冲击成功率加3成，藏经阁功法直接任选，这是通天机会。一定要上床了，我们才3层，上去纯挨揍啊！必须上，但点到为止，打不过认输就行，长老会拦着，死不了。我靠，如果遇到林烈那疯子，不死也得残，还是别上场了。白晨刚要伸手抽签，孟川突然现身制止，白晨一脸蒙圈，转头行礼。孟执事为何不让弟子抽签？你才2层，不会术法，上台必受伤，专心炼丹即可。免战，记你100贡献，钱白奖励。不白打还白拿贡献，爽翻了，爽爽爽！执事，我们也能免战吗？胡闹！他是炼丹奇才，你们能比？比武是磨砺心性，怯战者按懈怠治罪。周氏瞬间僵住，耷拉着脑袋，满脸幽怨。周围弟子噤若寒蝉，不敢再提免战。别愣着，快抽签！挨打经验也是经验。你可真是我的好兄弟，我挨打你看戏是吧？我好害怕被做成大饼，回去我爹认不出来我咋办？哈哈，你爹不认你，我们认你当儿子。嘿嘿，大考重地喧哗，再捣乱直接记过。师兄教训的是，我们错了。好久没这么轻松过，仿佛回到上学摸鱼的日子，这感觉真不错。
白晨叫同众人挨个查看签牌，周氏双手合十拜祖师爷，满脸求生意。方和紧随其后拜神。张文轩淡定亮出签牌，众人脸色一变。甲子午，对手玄顶峰赵岩，炼气4层初期。吕世通闪现凑过来，得意洋洋抖情报。白晨眼神一亮，瞬间锁定这位消息达人。赵岩主修后土诀，加钢猛锤法，玄顶峰新弟子很绝色，力气超大。方和周氏面露忧色，劝张文轩认输。张文轩眼神坚定，拒绝未战先怯。比武是磨刀石，没事就认输，跟废铁有啥区别？打不过，我会及时认输的。我信你，稳住就行。吕世通亮签牌下拜，显示炼气6层。吕师兄6层大佬，碰到你我们直接躺平。师兄消息最灵，快给我们讲讲比武注意事项，兄弟们全靠你了。那必须的，听我细细道来。10座擂台都有5行护龙杖，炼气术法打不穿。高台有筑基是正常，单元峰还有疗伤点，安全拉满。宗门还挺人性化，爱了爱了。比斗有时限吗？能用法器符箓不？禁药能吃不？白师弟心思太细了，不现实，认输、击飞、倒地都算输。正常法器、符箓、灵宠都能用，禁药和剧毒玩意绝对不能碰。下手重，打伤对手咋办？会不会被罚？无心之失没事，故意重伤才罚。放心，顶多变猪头，丢不了命。对手单元峰陈淼，炼气4层初期，这咋打？他天赋一般，你未必输，尽力就好。龟灵峰李金峰，没见过这号人，吕师兄快救救我！你这签运绝了。李金峰是龟灵峰老弟子，带铜骨元灵宠、人宠联手，相当于1打2，同阶无敌。我这是直接保送挨揍啊！上去秒下不是吧？没事，就当锻炼意志力，速战速决，很快就下来了。抽签毕，封阵，执事就位，比武正式开始。甲子擂台第1场，凌霄峰陈清风 vs 凌转峰韩灵素；乙丑擂台第1场，玄顶峰王汉月 vs 单元峰苏清婉。看热闹去，凑近点才清楚。懂我，就爱凑这热闹。王汉月练玄铁断身诀，防御力拉满，硬的跟铁疙瘩似的。苏师姐火法再猛也难破防。铜皮铁骨紫词条血传，复制了再也不怕挨揍啊！我操，橙色词条，药灵圣体，这简直是炼丹挂中挂，还有这种逆天词条。文轩要上场了，快过去！这么快？这边才打完1场，实力差太多，秒结束很正常，赶紧去助威。主峰弟子瞧不起人，满脸傲娇翻白眼。鱼骨少年向你拉满准备硬杠。吕师兄，苏师姐炼丹有啥特殊之处？懂，17岁没到吕，白师弟加油追。想啥呢？我问炼丹。哦，他炼丹10如10成，几乎无次品，炼气7独1份。果然是药灵圣体的功劳。这词条太香了，可惜不好复制。算了，我靠努力也能行。文轩必胜，干翻他！鱼骨废物也配喊必胜，笑话。伏骨张文轩，请赵导游指教。他牛什么呢？不就是主峰弟子，赚上天了？就是主峰弟子就高人一等。别吭声，大考别惹麻烦，看文轩发挥。甲子擂台第5场，鱼骨张文轩 vs 顶峰赵岩，比试开始。Round 1。甲子擂台第3场，鱼骨张文轩 vs 玄顶峰赵岩，比试开始。鱼骨废物一招解决你。好，文轩牛批，找死！敢笑我？谁能想到这套人人可学的入门五行步，被张文轩这叫疯4灵根反而成了优势，又柔根本打不着。可恶，你只会躲吗？有种正面刚。甲子擂台第3场，鱼骨张文轩胜。宣判声落，台下瞬间炸锅，鱼骨弟子方夫震天。周时冲上去寻报张文轩，差点把人勒断气。文轩你太牛了，给咱鱼骨长脸了。松手，快止血了。白晨递上回灵丹，方和关切询问下一场对手。张文轩查看号牌，暂无新信息。史通闪现科普规则：3000多人同时打，第1轮全结束，起码2-3个时辰。第2轮得等统一排签。众人赶往乙丑擂台，执事唱名方和对阵陈淼，两人温和行礼，腰手克服。11回合后，方和察觉灵力差距，果断认输。乙丑第11场，
单元锋陈淼胜，再坚持下，说不定能赢。耗下去必输，知进退不丢人。修行本就是您的师，下次再战。周时，方和去丙营擂台后场，白晨带张文轩游走各擂台，疯狂探查弟子属性，词条刷了一堆，却没看上眼的。蓝词条不少，能用的没几个。观礼台封住太远不敢凑，5米探查范围太鸡肋了。日头西斜，第一轮比武彻底结束，魏长老宣布首日收官，4日再战，众人四散离场。白晨一行人走在试炼大道，身后传来哀嚎声，转头看见10几个鱼骨弟子鼻青脸肿，瘸腿抱胳膊，模样凄惨又滑稽。白晨笑容瞬间僵住。哎呀，完了！伤员们齐刷刷转头，肿胀的眼缝射出幽怨怒火，步步逼近。你笑啥？站着不挨揍，很得意是吧？白晨秒收笑容，换上痛心疾首的表情，连连拱手道歉，眼神一瞟，直接把周时薅到身前展示。诸位误会了，我是心疼大家为鱼骨拼杀受伤，悲愤叹气才出声，哪敢嘲笑？你们看我兄弟周时。周时肿着嘴，口齿不清的哭诉，越说越悲愤。伤员们的怒火瞬间变成同情，纷纷感同身受。我对上归灵峰李金峰，他带铜骨园灵宠，上来就摁住我嘴，哐哐揍我，想认说都喊不出声，稳到执事边都被猴子拽回去。我也惨，想认输被堵嘴，祖峰弟子下手太黑了。单元峰还不治外伤，让我们自己扛，太坑了。众人互相吐槽，才发现挨揍的全是新入门弟子，老弟子毫发无伤，瞬间联想到孟川之前的话，即瞳孔地震。盒子，孟执事所挨揍是感悟，是真让我们去挨揍啊！还好孟执事厚爱，不然我也得加入惨状大军，太可怕。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吐槽主宗弟子和宗门安排，怨气消散大半，同病相怜的气氛拉满，互相搀扶着赶路。气氛到位，白晨趁热打铁，掏出玉魂丹挨个分给伤员，暖心承诺免费帮大家炼丹，只多收1份材料，不收手工费。我只会炼丹，大家备好材料，尽管找我。同门互帮互助，谈钱就见外了。白兄大气，这本经我们记下了，以后有事尽管吩咐。稳了，材料不愁，人情也到手，往后在鱼骨路更宽了。众人分散赶路，周时肿着脸狐疑盯着白晨。陈哥，你刚才其实是想笑我吧？从你下台我就想笑，怕伤你自尊憋着，结果看到一群人没忍住，差点被围殴，还得怪你。有人言否，我都这么惨了，你还笑？张文轩、方和笑得前仰后合，一行人搀扶着周时，说说笑笑返回鱼骨。白晨送周时回屋后，回到自己住处。白晨刚坐下喘口气，门被暴力撞开，世风像座小山扑过来，把白晨压在床上。世风，你多重心里没数吗？世风的大舌头疯狂舔白晨脸，一股迷之气味扑面而来。住口！你到底吃了啥？这么难闻！刘燕气喘吁吁冲进门，厉声呵斥世风。世风不情不愿下地。抱歉，世风太久没见你，太兴奋了。白晨端着水盆疯狂洗脸，搓脸搓到发红，一脸生无可恋，瞪向刘燕。刘执事，你给世风吃啥了？嘴臭就算了，都快胖成球了，再胖点我屋门都进不来。还不是你炼的屁股丹，这货吃了就再也不碰零售粮，掺肉里都能一粒粒吐出来，顿顿要吃5颗，吃完就睡，2月胖了250斤。250斤？这还是以速度著称的烈风式月犬，成实心肉球了。刘燕一把攥住白晨的手，眼神灼热。你能把屁股丹炼出10味，就帮我把零售粮也炼成这味。材料我备齐了，先转你1000贡献，成了再给1000。让灵宠吃10味粮食，这执事怕不是疯了？不过贡献点真香，刘执事放心，为了世风的健康，我必定尽力。刘燕如释重负，世风离开，世风赖着不肯走，被刘燕薅后脖领硬拖，1步3回头，委屈巴巴。快走吧，别再舔我了，无福消受。寅时周时，方和来找白晨，周时脸上青肿消退大半，全靠白晨的凝玉丹，几人结伴赶往事件坪。陈氏大考准时开启，鱼骨只有张文轩闯进第2轮，却是到超烈气10层师兄，对手打得起。张文轩自知不敌，干脆认输。多谢师兄手下留情，我认输。张文轩下台，白晨闲逛观战，无意间扫过厉飞羽，探查面板弹出紫色词条，瞬间吸引目光。白晨满眼好奇，庚金剑骨紫，这词条也太顶了。厉飞羽不是根骨平庸吗？这天赋绝了，就是不知道有啥用。厉飞羽登台对战玄顶峰弟子，对手在金属拳套，攻势刚猛。厉飞羽凭借灵活突围闪避，打斗看似常规。白晨满脸疑惑，也没特别的啊。庚金剑骨到底啥效果？系统连个说明都没有，太拉胯了。陈金宝屁颠跑来找白晨，满脸得意，炫耀自己进第2轮被封主夸奖。白晨几人脸色怪异，忍不住追问昨日战况。我记了8面回光盾，全罩住自己，对手轰碎1面，我补1面，还带反伤，他灵力耗空都没破开，直接判平手。星纹铁母加级备元备甲，这造价是你小半年零花钱。陈家是真土豪啊！陈金宝被叫号登台，对手是凌霄峰女弟子王继月。白晨低声提醒他放盾，结果陈金宝刚放3面盾，飞剑就架在了脖子上。陈师弟盾牌有名，我早有准备，承让了。我认输，盾还没摆完呢，输太快了。众人结伴闲逛，白晨探查选手属性，突然顿住，
面板上顾山河的灰色词条格外扎眼，白晨使劲戳面板，毫无反应。天算之瞳，紫，气血孱弱，灰。第一次见灰色词条，应该是负面 buff， 系统连个解释都不给，全靠猜，太没用了。吕世通晃悠过来，白晨立刻拉住他，指着顾山河询问底细，迫切想弄明白词条含义。吕师兄，这个顾师兄气色差，是有隐疾吗？吕世通开启爆料模式，瞬间两眼放光。顾山河先天心脉弱，气血孱弱，就是这个原因，筑基难楼。厉飞鱼可不一样，他是天生剑骨，百年一遇的剑道奇才。他单筋灵根，17岁练气10层巅峰。萧长老说他比先天剑心差点，筑基毕竟核心，这天赋羡慕不来。吕师兄消息也太灵通了。更牛的是青云宗苏长老，筑基巅峰，却有一双慧眼，一眼就能看透人的天赋，不用测灵根，全说中。一眼看天赋，这么神？就像裴元贞和袁清代，两人原本天赋埋没，被苏青州点火后一飞冲天。裴师兄是玄顶峰第一淬火师，可厉害了。其实苏长老贪财好色，给钱就办事儿。吕世通话锋一转，满脸谄媚看向白晨。听说白师弟帮同门炼丹，能不能帮我炼2炉筑气丹？材料我全包，小事一桩，把材料给我就行。吕世通心满意足离开，白晨脸上笑意收敛，心头但情思不安，总觉得这个慧眼长老不简单。白晨越想越慌，浑身发紧，冷汗直流，脑补自己词条被看穿的惨状，表情凝重。万一苏长老能看到词条颜色，我复制一身顶级词条，岂不是当场暴露？他还贪财，万一泄密，我小命不保。必须在被发现之前搞到隐匿功法，1个月内找不到就全力冲筑基，半年必须筑基成功，实在不行就摁住苏长老复制他的词条。大考结束，魏长庚站在中央宣布大考结果。甲辰年外门大考3甲已定，魁首厉飞羽，4位顾山河，第3位鱼骨孟存志。众人目光聚焦，一个衣着朴素的中年弟子站在第3名位置。我太难了。颁完奖后，大考正式落后，各封弟子陆续离场，事件屏渐渐空旷。白晨正准备和众人离开，苏清婉突然出现。白晨，要不是孟执事厚爱你，让你躲过挨揍一劫，若是你上场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师姐专程来，可惜我没挨揍。自然不是，我家封主有事寻你，命我带你回丹元峰。突如其来的召见让白晨满心疑惑，丹元峰峰主竟然当众找他一个鱼骨弟子。苏师姐，你没搞错吧？我一个鱼骨小透明，封阳峰主找我干啥？少废话，别让峰主久等。苏清婉直接把白晨扔上船，丹元峰弟子齐刷刷看向白晨，低声议论。苏清婉独自待在角落，满脸不开心。他就是靠丹文屁股丹面比武的白晨，炼丹牛逼，可惜是可不是嘛，不然早进丹元峰了。白晨无视议论，看向苏清婉。哟，不骂我了？被峰主管教2个月，收敛多了，看来是吃瘪了。这是这样的感觉。这速度才叫非洲，青竹州跟共享单车似的，慢的抠脚。你就跟我说说呗，峰主找我干啥呀？还有你是封阳峰主的徒弟吗？唉，和虚宗规矩，不到筑基不能拜师，我这不还没到筑基吗？所以还得叫峰主。峰主可一直夸你呢。原来如此，多谢师姐，我定勤勉修炼。我要是先筑基，到时候你不得管我叫师哥呀？嘿嘿，等着瞧。苏清婉带白晨抵达聚丹阁，告辞离去。白晨悄悄进屋，封阳正在看书。白晨偷偷探查封阳属性，满脸猜。金丹8层峰主居然只有1紫2蓝词条，双灵根，这属性也太普通了吧？峰主召见弟子，所谓何事？封阳招手让白晨上前，指尖搭起腕间，温和灵力探入经脉，白晨瞬间心慌。完了完了，查修为了，5灵根2月炼气2层，千万别发现我开挂啊！炼气2层巅峰，根基扎实，2月进境这么快，服用筑气丹了吗？体内竟无丹毒，倒是稀奇。回峰主吃了一些，想着快点提升修为。我年轻时也极进过，丹药虽好，丹毒害人，修行要稳扎稳打。这是我炼的筑气丹，以后吃这个，还有这些你都拿着。玄灵盾挡金丹以下的攻击，护心配防筑基中期，遁空符瞬息逃30里，出门防身够用了。峰主，这太贵重了，弟子受不起啊！加入丹元峰吧。筑基入主峰是普通规矩，你炼丹天赋出众，破例收录，明天搬来，住所已安排。张文轩也被天眼峰提前收走了。真的吗？我5灵根也能进主峰？何须宗也太良心了，竟然不看灵根，看本事。灵根不代表一切，有一技之长就值得培养。修行100亿殊途同归，
何须宗从不埋没人才。多谢封主教诲，弟子告退。白晨从巨丹阁出来，瞬间愣住。许成直挺挺跪在门前，面色灰败，状态极差，见到人就磕头。请师尊允我去断魂渊驻守。许师兄，是我，不是封主，你磕错人了。天际传来怒喝，温若航现身，满脸怒火。许成，休要胡闹！断魂渊是人妖战场，凶险至极，你去送死吗？请师尊允我去断魂渊驻守。看着都疼，封主下手也太狠了。许师兄这是魔怔了吗？许成崩溃狂笑。林恋连喜欢的人都护不住，算什么剑修？你护不住万圣女，也是废物。知宁就是死在青冥谷的。温若航怒火瞬间消散，满脸颓然。白晨躲在一旁，悄悄探查两人属性，满眼震惊。温若航元婴1层，词条全是顶级。许成子词条也不差，原来还有这层恩怨，吃瓜吃到大瓜了。温若航心力交瘁，向封阳行礼，拎起挣扎的许成，一手刀劈晕，闻声离去，临走还朝白晨点头示意。白晨受宠若惊，人我先带回，明日送回。封阳目送两人离开，转头叮嘱白晨珍惜护身法器，性命最重要。法器该用就用，没有什么比你的命更重要。切记，弟子谨记封主教诲。白晨走下山，望着漆黑山路，瞬间傻眼。不是吧，封阳封主也太不厚道了，好歹派个人送送我啊！我不会遇见，走回鱼谷要走到天亮啊！山路崎岖，脚步沉重，白晨走了整整1个时辰，累得气喘吁吁，浑身酸痛。炼气2层的腿，不是腿，是赶路的废腿。早知道就蹭苏师姐的飞剑了，悔不当初。白晨终于回到鱼谷，吕世通蹲在木屋前等候，见面就道贺。白师弟，恭喜恭喜！听说你明天就搬去丹元峰了。多谢吕师兄，劳你久等，实在抱歉。两人进屋，吕世通拿出筑气丹材料，白晨反手递出一瓶中品筑气丹。吕世通打开丹瓶，瞬间瞪大眼睛，满脸难以置信。20枚，全是中品筑气丹。白师弟你也太厉害了，别人一炉才几颗，你直接给1瓶，举手之劳。以后有炼丹需求，尽管找我。吕世通推着丹瓶不敢收，白晨按住他的手，诚恳解释：白师弟，这也太多了，我收不起啊。我明天就搬去丹元峰，没时间代练了，这些是之前攒的，师兄先用着。麻烦帮我跟大伙说一声，不是不帮忙，是得缓一阵。放心放心，封主亲自督促你修行，哪有功夫管这些，包在我身上。吕世通收单告辞，白晨关门掏宝贝，玄灵盾、护心佩、小盾牌摆满床。有这些宝贝，再学个逃命身法，顺河房逛吃不是梦。就是这玩意儿咋带才不显眼？缝外衣太招摇，缝内裤更完蛋。好石盾带着内裤掉了，我直接射死当场，还不如被打死。白晨眼睛一亮，捡出一柄背心，穿针引线把盾别在前后，套上弟子服臭美，满意点头。周时、方和、张文轩拎着酒肉上门，白晨一眼看穿是庆祝张文轩入天眼峰，顺带官宣自己搬丹元峰。陈哥消息真灵，本来只庆祝文轩，没想到你也被丹元峰收了，好事成双。喝酒就算了，明天要去主峰，喝多了误事。4人挤在小屋，周时、方和盘腿坐地，开坛到临死，酒香飘散，刚热闹片刻就陷入沉默，氛围瞬间伤感。以后你们去主峰，咱们见面难了，这杯必须干。 4人碰碗饮酒，白晨抿酒尝到酸涩味，周时、方和大碗灌酒，很快喝得东倒西歪。这领酒咋还喝出眼泪了？不行，我是高冷挂的，不能哭。白晨、张文轩收拾烂醉的周时、方和，两人对视苦笑。兄弟加油，咱们主峰见。一起努力，早日筑基。白晨回屋盘膝打坐，运转功法，疯狂刷经验。今晚冲炼气3层，明天学最快的逃命身法，1个月内必须搞定隐匿，随时有掀桌子的底气。晨光透窗，白晨睁眼金光一闪，查看修为面板，炼气3层，隐气诀小成，嘴角抽抽吐槽升级太慢，合着后面100是百分比。以前练一次涨1点，现在才0.3，这升级速度比蜗牛还慢。白晨收拾简单行囊，几件衣服，顺手丹炉，环顾木屋，感慨2个月时光，推门而出。白兄，恭喜搬去丹元峰。吕世通这消息速度比宗门传讯符还快，不去当探子可惜了。白晨抵达丹元峰下，守峰弟子早已等候。白师弟，苏师姐在灵七谷等你，过了药田就到。苏清婉在小院前等候，带白晨去往颇为小院。就是这里了，背靠竹林，前无溪涧，安静不被打扰，看看可还满意？太满意了，多谢苏师姐费心安排，这比鱼谷木屋好100倍。苏清婉带白晨入院，指着门楣阵牌讲解功能，指尖轻点触发阵法，乳白色光幕笼罩小院。白晨好奇探头查看，这是警示阵法，注入灵力就能启动，遮挡视线，提醒旁人勿扰。单修炼丹最怕打断，一不小心就炸炉。甚好甚好，以后我在院里搞小动作，再也不怕被人偷窥了，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。苏清婉摆放新被褥、弟子服和玉牌，告知白晨更换身份牌。白晨拿起丹元峰弟子服，吐槽宗门内卷。宗门也太卷了，
衣服绣个单纹就拔高档次，明着暗着督促我们上进，连穿搭都不放过。白晨换上新弟子服，把玩温润玉牌，绑定灵石，查看贡献点。3000多贡献也算小有资产。这玉牌用意念查贡献，再也不怕被人惦记，完美。这弟子服穿在师弟身上太合身了。师姐别打趣我了，上课要迟到了。舒清婉玉殿带他抵达偏殿，殿内已有4名弟子。白晨认出徐然，互相点头示意，顺带探查众人属性。白晨落座后扫视四周，没看到许成，暗自猜测他还没来得走，内心疯狂吃瓜，坐等风阳开课。风阳步入偏殿，瞥见白晨炼气3层，眼底闪过欣慰，暗自盘算再给2瓶助气丹。近日修行，可有疑惑之处？风阳刚开口提问，温若航推门打断。风师兄，我想借白晨一用。风阳毫不犹豫答应，只有白晨当场猛圈。借我干啥去？风主你都不为缘由就答应，我是物品吗？这么随意的吗？温若航一把抓住胳膊，直接凌空飞，狂风灌海，白晨回乱飞，睁不开眼泪。姓温的你改名冷算了，提前说一声啊，这封关的我快窒息了，遇见他不香吗？落地后，白晨腿软，差点下跪。看清温若航布满血丝的憔悴面容，瞬间愣住。元婴大佬竟累成这样，暗自感慨许之宁之事影响之大。抱歉，忘了给你挡风。风主言重，弟子无碍。温若航带白晨进入极简石屋，挥手祭出暗赤色归元炉，纹路流转红光。白晨满眼惊叹，认出是2阶中品丹炉。这是归元炉，2阶中品，用到金丹期没问题。温若航再次挥手，上千斤荔枝，成堆药材堆满石屋。白晨彻底惊呆，站在原地不知所措。这么多荔枝和药材，借我到底要干啥？又是送丹炉，又是给材料，这好事咋突然砸我头上了？这么多，不会要我通宵炼丹吧？我这小身板扛不住啊！麻烦把这些都炼成荔枝喂屁股丹，有多少算多少，估算下时长。3000多枚，石炉同炼，处理荔枝耗时久，总共2个时辰。哇哦！2阶丹炉就是牛逼。以前10分钟一炉，现在6分钟搞定。石炉一起炼都不抽干灵力，爽翻。炼丹升级比修炼简单多了，完美品质拿捏，大功结束。温风主，丹药炼好了，每瓶60枚，一共50瓶。温若航转身划贡献，白晨一看多了4000多贡献，当场惊呆。温若航随口透露给过许成10万，还把归元炉相送，副总全力建其玉符。风主，这太贵重了，您这是把家底都散了啊！温若航长丹落泪，语气悲伤怀念故人。白晨越看越慌，忍不住追问是不是要去断魂渊，直言担心他心存死志。担心我不想活了？坐下吧，给你讲讲知宁和凌冽的旧事。差点被骗到，还好有瓜吃。又当树洞了，我这体质是招故事吗？明明只想安安静静炼丹修仙啊！当年凌冽外门大考第1，却没人收他。4灵根学得太杂，性子又桀骜，我们想等苏长老指点再定。其实凌冽他还挺不容易的。他性子太执拗，过刚易折，我的剑道是庇护，教不了他。他败给叶寒章后，心态崩了，自请去灵芝山守山沉淀。原来他不是被抛弃，是自己钻牛角尖，我还以为是风主放弃他了。知宁从小娇生惯养，走2步就喊累。我本想磨他性子，没想到他遇上了凌冽。我随口说想有人拉凌冽出低谷，他就当真了。所以是许师姐主动去开导凌冽，才慢慢走到一起的。温若航点头，眼神柔和。白晨安静倾听，偶尔插话提问，全程扮演合格树洞，氛围从沙雕转向温情。风主姐姐，你看这瓜都快凉了，我们快吃吧。温若航倾诉丧亲之痛，道心受挫，泪流满面。白晨默默陪伴共情。温若航继续讲述，许志宁坚持2年开导凌冽，2人互生情愫，凌冽为他改性子、修阵法，画面甜蜜交织。他们感情那么好，清明谷任务他本不该去，软磨硬泡跟着我，我给了他全套护身法宝，可还是没护住他。温若航平复情绪，恢复清冷模样，告知白晨要去天烈峡，拒绝透露细节，抓起白晨胳膊飞天。这次贴心之下，明光总算记得挡风了，不然被我吹成地中海了。元婴大佬的速度就是快，30息就到丹元峰，这波不亏。我操！再见了，兄弟，再见。风阳让白晨安心收下宝物，透露天烈峡之事等筑基后再知晓。随即拿出3枚术法玉简，任白晨挑选。青木诀府炼丹，灵焰指控火攻坊，丹心灵诀稳根基，你选哪个？嘿嘿，弟子想学轻身逃命的功法。风阳看破不说破，拿出流云遁玉简，白晨两眼放光，感慨有靠山就是方便，藏经阁功法直接送到手，关系真香。哇哦，爽爆炸了！风阳想解流云遁，可急速遁逃还能短距离瞬移，
白晨当场狂喜，接过玉简，拜别风阳，冲回小院，启动阵法，闭关修炼。这就是我要的逃命神技，练会它，我豪横，谁还能拦住我？小命保障直接拉满，冲！白晨将玉简贴近眉心，功法信息瞬间映入脑海，开启攻略模式，白天练身法，晚上修灵力，5天不眠不休，狂刷经验。虽然有点社死，还耗空灵力，但3丈瞬移就是活命机会。99成稀罕物呀！白晨调动身份牌灵门，穿过宗门幻阵，感受阵内阵外灵气差距，感慨宗门内外2个世界，随即运转流云盾奔向顺和坊。顺和坊我来了，淘宝模式开启，希望能挖到隐匿天赋的好东西，再也不用怕被人盯上了。给我盾！这他娘给我干哪来了？白晨刚踏出宗门下山淘宝，可虚宗就爆出第4杀大害，巡防司全员出动封锁要道。另一边，白晨狂飙流云盾，直奔顺和坊，还被好心大叔温馨提醒，百宝巷只看不买。他娘的，谁在路上拉屎？魏长老，大事不好！宗门外30里山道，凌霄峰弟子被劫杀，财物令牌全没了，钝器伤致命。放肆！敢在何须宗眼皮底下动我的人，简直找死！凶手怕不是活腻了，敢薅和虚宗的羊毛，这波纯作死行为大赏。我给回灵丹就是顶，以前吃2颗，现在1颗满血复活，跑路炼丹2不误。小友是丹元峰来取清理果和火龙草的吧？一看就是新入门的仙门子弟。白晨出示身份牌和玉简，周如山取出药材，品相绝佳。白晨连连夸赞，两人闲聊几句，白晨透露要去百宝巷淘宝，去看看逛逛行，千万别买东西啊！为啥呀，周叔？百宝巷不是淘宝贝的地方吗？你过来，我和你讲。那地方全是散修摆摊，没几个好货，功法更是更多。你个修仙小白可别踩雷。功法是真的，但全是残卷，有暗坑，练了容易走火入魔，交手还会被人一眼破招，纯浪费时间。他啥？我有系统吧，功法好坏一扫便知，坑不了一点。功法是真货就行，系统在手，天下我有。隐蔽功法我来了。小兄弟留步，可是玄顶峰陈金宝的朋友。您是金宝的父亲陈叔吧？我是他兄弟白晨。白小兄弟，金宝在宗门咋样？有没有受委屈？我和他娘在这等了2月，都没见着人。他修炼忙，我们陪不了多久，就想多见见他，怕他吃不好睡不好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修仙路上也割不断这份牵挂，太戳心了。白小兄弟是丹元峰弟子，应该会练壮骨丸、养神散这些吧？感情这玩意儿就是糊弄散修的，效果聊胜于无，还卖的不便宜。宗门单修换贡献比换灵石香，好丹根本流不到市面。散修想买正经丹药，难如登天。我成单率100%，产量管够，这不就是我的发财之路？陈叔，您是想和我合作炼丹吧？材料我出，销路我找，炼出的丹你留3成，代售灵石咱们3-7分，你7我们3。我勒个去，这哪是合作，分明是白给。材料不用掏，卖货不用管，还拿大头血赚。家人们谁懂啊？出门逛个街就遇到顶级投资方，白晨这气运直接拉满，主角光环太顶了。陈叔如此信任，我必不负所托，合作愉快。咱们互惠互利，一起赚钱。后续材料我备好，就传信给你。来人。陈叔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一点心意，往后金宝还要麻烦你照顾，收下才是自己人。那我就却之不恭了，告辞了。老爷，其他弟子只给10枚，为何给白晨这么多？白晨是天才丹修，入门2月就能炼高阶丹，潜力无穷，是我们踏入丹药界的突破口。现在结交是雪中送炭，白晨越强，对陈金宝助力越大。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这1000枚灵石花得值。开局就赚翻，系统加灵石加合作，这波下山血赚。百宝巷我来淘宝贝啦，1200块灵石在手，我就是百宝巷最靓的仔，想买啥买啥，腰杆都硬了。
不行不行，穿宗门衣服太扎眼，摊主肯定把我当冤大头仔，有钱也不能这么造。老大，这小子绕来绕去，跟无头苍蝇似的，不会发现咱们了吧？继续跟，陈星夜亲自送他出来。这小子肥得很，必须拿下。老大，跟丢了！这小子滑得跟泥鳅似的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拒回宗必经之路埋伏，他早晚得回去。反派还想守株待兔，殊不知白晨的走位根本不按套路出牌，纯白费力气。哎呦我操，频率没掌握好，差点把自己摔散架，还得多练。小友看看古战场挖出来的宝贝，错过拍大腿。哪个古战场？说具体点。就那个古战场嘛，几百年前打仗的那个。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啥都不懂，不识货。玄机功法80零时，地阶残篇120，炼体神功大甩卖。好家伙，功法跟路边白菜一样吆喝，这水分也太大了。小友来我这儿，秘境真品功法，错过再等100年。别听他的，我这才是真货。攻击防御应有尽有。行行行，别急了，我就随便看看。这可是天阶功法，汤无真人一物，练成金丹前横着走，只要300零时。自己歪歪扭扭，墨都没干，还好意思吹天阶？别听他瞎掰，这就是他刚抄的，还好意思吹一记真品？你胡说，我的才是真货，你那破烂不如我的。小友放心，我这内容保真，价格好谈，金木水火土属性功法全都有，全套无属性功法加轻身术，只要498零时，还送屁股丹单方。就送这个，也太寒酸了吧！这些功法别处都有，太贵了，98块我就拿。成交，98块拿走，全给你包好。好嘛，价给的还是太高了，早知道再砍低点。白晨换回弟子服，快步赶往宗门。刚进深山，不对劲，有杀气！我操！差点直接领盒饭。想跑，我这困天环专克遁符，你插翅难飞。白晨掏出遁空符，注入灵力。完了，遁符没用，只能跑了。白晨开启移形换位，左闪右躲，身影凭空闪现。这小子什么遁法？没完没了了！越厉害越要杀，和虚宗天才死一个少一个。白晨往嘴里塞回灵丹，疯狂嗑药续航。灵力快耗尽了，盾也要碎了，难道今天要死着了？拼了！与其等死，不如搏一线生机。白晨掏出流光铁臂，疯狂飞臂，准备放手一搏。流光铁臂爆发出刺目七彩强光，照亮整片山岭。救命啊！和虚宗弟子遇袭，巡防司师兄快来救我！这什么破玩意，亮瞎眼了！远处巡防司弟子看见强光，领队弟子低嘴传讯符禀报：快，那边有求救声，肯定是遇袭弟子。波尔少年听见遇见声，脸色大变，不甘心地最终下令撤退。撤，再不走就被包围了。魏长庚从天而降，白晨，发生何事？魏长老，我被偷袭了，差点就见不到您了。护心佩碎了，玄灵盾也废了。魏长庚神色凝重，得知是天狐族作祟。走吧，我送你回丹元峰。峰主怎么知道我出事了？之前就有宗门弟子被劫杀，你又久出未归，封阳峰主急疯了。感慨归感慨，这么好的抱大腿机会，可不能浪费了。系统复制词条。魏长庚带着白晨落地，风阳匆匆赶来，上下打量白晨。没事就好。峰主啊，他们有破铜环锁了遁空符，护心佩碎了，盾也废了，我差点就见不到您了。风阳反手掏出3件法器，拿着，碎了还有新的。多谢峰主，弟子先去交任务。白晨哼着小曲赶往藏经阁，想把百宝象陶的功法换贡献值。师兄，上交功法给贡献不？你去百宝象了，那的功法一概不收。为啥？好歹是真功法，摆着当奇闻也行啊。这本来是认经脉的教具，被人改成功法，
全身都是罩门，碰一下就僵直。白晨坦言花了98灵石，98灵石，到底还是丹修有钱啊！我竟然是大冤种，骗钱不骗命，就是给你们新弟子上课，总比在外丢命强。再说每年冤种都好几个，合着我还是常规操作呗。白晨转身出门，反手给自己一巴掌。我这穿越者的精明呢，手里灵石多就飘了，98块买对废纸，纯傻逼。白晨回到小院，掏出破碎的玄灵盾、护心佩，又摆上风阳星给的法器。以后这保命玩意必须贴身放，关键时刻掏不出来，只能等死。有了新的装备，再加上原来破的，看谁还能暗算我。白晨道出5本练习功法，看着晦涩文字头疼无比。看书自学也太折磨了，上学背古文的噩梦又来了。白晨咬牙运点灵力，打开系统面板，看到弊端瞬间真的跳起来。我靠，连续用伤经脉，频繁用永久掉1成修炼效率，这哪是功法，这是催命符。百宝箱的坑果然深不见底，这波是花钱买罪受，血亏。白晨这几天依次研读这几本功法，每本都有致命的。遮天功掉气运，无相决一走火，藏风册有虚弱期，全是废品，5天白忙活了。白晨看着最后一本引元诀，抱着侥幸心理翻开首页，瞬间眼神凝固。藏本于心，事行于外，这词一听就不一般，难道这本是正经玩意儿？白晨潜心研究2天，靠着天道酬勤词条成功入门。小城藏3个小境界，大城隐1个大境界，原因以下看不破，还能遮天机，这就是我要的神技。20天后，白晨气息来回切换，炼气1层到炼气6层随意调控，毫无破绽，完美伪装。以后扮猪吃老虎，谁也摸不清我的底。引元诀搞定，接下来就该复制词条冲修为了。白晨琢磨复制词条，盘算着金属性亲和，门外传来陈金宝的呼喊。正想要金属性亲和，金宝就来了，天助我也！白晨撤掉旧法开门，故意板起脸训斥陈金宝，转头就把人拉进院子，胳膊死死揽住他的肩膀。正闭关炼丹呢，差点炸炉，进来陪我唠唠。陈金宝眉飞色舞，讲述发明，旋腿的方向炸开5彩光团，白天不要有神秘。白晨当场看呆。陈哥，这是我新做的示警器，不用5行灵根，炼气期就能放5彩烟花。说罢，陈金宝催动灵力，短棍射出强光，半空炸开炫目光团，像极了窜天猴。白晨嘴角疯狂抽搐。流光铁臂是闪耀灯球，这玩意是窜天猴，合着玄顶峰改搞烟花秀了。复制陈金宝金属性亲和成功。白晨顺势从陈金宝那接过信件和灵石袋，掂量一下，满脸惊喜。2000灵石，丹修赚钱也太香了，这波血赚。白晨掏出完美助气丹递给陈金宝，陈金宝疯狂摇头。普通助气丹吃吐了，想要吃桂花糕味的。没有，爱吃不吃。陈金宝耷拉着脑袋，一旦叹气，反手掏出一对乌黑护腕飞到白晨面前，眼神亮晶晶，又带着点歉疚。陈哥，这是我练的防御护腕，玉玺能弹，现在手艺一般，以后给你换好的。兄弟好心我咋会嫌？想吃桂花糕助气丹，就算不睡觉，我也给你练出来。陈哥你也太好了吧？啥意思？为了兄弟，冲完美口味也值。3天后，白晨收拾丹药，看着快撑爆的芥子袋，满脸嫌弃。这破芥子袋还说用到筑基，现在就满了，必须找公主薅个高级货。白晨运转引元诀压到炼气3层，路过苏清婉紧闭的小院，驻足片刻无果，吭哧爬山路，累得满头大汗，捂着膝盖喘气。这2个月必须冲炼气7层，这破山爬的腿快断了，纯折磨人。白晨赶到偏殿，只剩徐然等4人，不见许成和苏清婉，凑近徐然小声感叹：许师兄和苏师姐咋没来？许成闭关冲结丹，苏清婉闭关背筑基，都不出关。炼气10层就筑基，天资好也不用这么急吧？筑基不光看修为，还要筑基之物和筑基之法。单灵根背1种，双灵根背2种，你5灵根得背5种。5种？别人简单开局，我直接低于难度。筑基之法是炼化属性精华入经脉，筑基之物是对应灵根的天才地宝，没这些硬冲，十有8九会翻车。徐然继续补充筑基知识点，重点讲解筑基丹的品级差距。下品筑基丹成功率加2-3成，中品5-6成，上品保底8成，还能强经脉。怪不得大家抢破头，还好我是单修，自己能练。风阳推门而入，答疑结束后单独叫住白晨，白晨眼睛一亮，屁颠跟上，内心窃喜。正想找封主，他主动送上门，这波稳了。风阳夸赞白晨练出完美筑气丹，地上2阶丹方御剑。白晨顺势装可怜叹气，眼巴巴望着风阳。戒教戒造，清运丹重点钻研。封主，我这芥子袋太拉胯，上次追杀玉符掏不出来，差点记了。想要个意念取物的储物宝贝。风阳一眼看穿小心思，失笑摇头，丢出一枚银灰色云剑。拿去玩吧，小算盘打得噼啪响。多谢封主。
3丈空间太香了，比芥子带强100倍。白晨脚步轻快赶往任务堂，掏出10瓶完美筑气丹，执事弟子眼前一亮。又是完美品质，炼丹速度也太逆天了。基操，枯燥了，练几炉而已。执事弟子小声询问任务急不急，白晨心领神会，默许对方接任务，双方默契一笑。多谢师弟，100贡献我包了。小事一桩，明天送到就行。白晨赶到鱼谷，吕世通开门相迎。白晨递上代炼筑气丹，顺带委托转交丹药，随后正色打探宗门秘事。吕师兄，宗门金丹弟子和宗主咋都见不着？金丹弟子外出历练，宗主闭关冲击化神，具体内情咱也不知道。白晨转而打听筑基之物，吕世通细说获取渠道，顺带调侃白晨外号。筑基材料能换，能找，能买。对了，98师弟，百宝箱的坑还记得不？别提这茬，咱还是好朋友。这外号传遍宗门了，纯黑历史。你5灵根，别人被1种，你被5种，现在留意真不算早。何止不早，都嫌晚了。1年筑基计划难度翻倍，钱包要空了，实在不行再抱封主大腿，肯定不会不管我。白晨回到灵七谷，发布寻找5行精华的任务，复制木属性亲和，给陈金宝送去桂花糕筑气丹，随后闭关苦修，筑气丹1把。冲！为了不爬楼，为了筑基，冲就完事。时光飞逝，2个月转瞬而过，白晨推门而出，伸懒腰舒展筋骨，周身灵气波动暴涨，定格在炼气8层。终于炼气8层了，这波苦修没白费，离筑基又进一步。白晨压修为到炼气7层，路过苏清婉小院，发现木牌消失，院落空空，拦下林师姐打探，当场震惊。林师姐，苏师姐这院子咋空了？苏师姐半个月前就筑基了，搬去绛云峰了。这么快，炼气10层就筑基成功，离谱！白晨继续前行，发现丹元峰弟子个个行色匆匆，神色凝重，遇见巨尊幡都不停，氛围诡异至极。这气氛不对啊，宗门出啥事了？白晨赶到巨丹阁，苏清婉飘然而出，衣衫松垮，脸色惨白，眼底青黑，眼神涣散，像踩在棉花上。白晨当场看呆，这是苏师姐，咋跟被人吸干了似的？脸色也太吓人了。白晨拱手问好，苏清婉默然点头，随即猛然回神，眼神充满幽怨、委屈，死死盯着白晨。白晨脊背发毛，你到底还要什么时候才能筑基呀？别压修为了，快点筑基，我都要不行了。啊，师姐，我没得罪你吧？苏清婉不由分说，从储物戒指翻出火属性精华、青灵草等宝贝，一股脑塞进白晨怀里。这是师尊给我剩的筑基材料，都给你，求你快点筑基。啥情况？骂完我给我宝贝，筑基背后到底藏着啥秘密？徐然走出巨丹阁，见状快步上前，招呼白晨去见风阳。白晨连忙追问苏清婉状态。徐师兄，苏师姐咋回事？筑基后咋成这样了？和筑基秘密有关吗？徐师兄，我筑基后不会没命吧？胡说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但你能否筑基，或许关乎其他人的生死。我操，什么意思？见到你苏师姐了。她给了弟子这些，该怎么处置？给你就收着，还有这个给你。赤红、青翠、金黄、土褐、深蓝，5份5行精华齐整，10瓶丹药功效各异，筑基物资直接拉满。这些是你的筑基之物，加苏师姐给的仍不够。4灵根筑基需3份物资，你是5灵根，至少5份才稳妥，剩余我来凑。5份？别人简单开局，我直接地狱难度。这是筑基之法，回去吃透，不懂就问。这10瓶丹药，养神、冲脉、培元各司其职，别再炼一阶丹浪费时间。我要你3个月内抵达炼气13层，全力冲击筑基，举全宗之力支持你。若做不到，未免太过废物。我还备有完美筑基丹，13层便来取丹，我为你护法。弟子明白。别再压修为，筑基后所有疑问，我都会告诉你。果然藏不住小心思，筑基背后绝对有大秘密。风阳取出凌云灵剑，剑身白云流转，速度翻倍，再赠御剑术御景。好剑，我去这么帅的吗？白晨天御剑学御剑术，抛剑升空，一跃而上，飞剑瞬间直冲悬崖。白晨慌得手忙脚乱，速度太快了，要摔死了！飞起来了，太爽了！会飞就是爽，修仙界终极代步工具。有总比没有强，慢慢凑。白师兄，恭喜遇见，主峰修行就是快。别取笑，刚学会还不稳。这是我们凑钱买的玄水精粹，谢你此前赠完美筑气丹，助我们快速进阶。以后探听消息，包在我们身上。多谢诸位，同门互帮互助，应该的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快进！知道你做筑基之物，我们3人合买的，尽份力。 98师兄可别嫌弃呀。再提外号，绝交。陈哥，我爹帮你买了水，
火、木3分精华，还有分红，缺啥尽管说。多谢金宝，多谢陈叔。兄弟一场，客气啥？赶紧筑基，带我们横着走。朋友多多，敌人少少。白晨的修仙轨道靠人脉直接起飞。